穆九熙整个人都在不断的被倒腾着，耳朵边不时传来各种声音，让他缺氧的脑袋微微动了下，骤然睁开了双眼，手脚被人捆绑住。不远处还有一具男性尸体，他堂堂世界第一雇佣兵团的暗夜女王，只有他捆绑别人，还有被人捆绑的时候，那是因为他穿越了，穿越到了高云国的穆家大小姐穆九熙身上了。摄政王，求你放过大小姐吧，大小姐和温玉衣是冤枉的。一个小丫头在身边跪地磕头哭泣着。穆九熙立刻抬眸定睛一看，前方3米处站了一个男人，强大的气势让人想忽视都难。他就是高云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摄政王莫尊。穆九熙咳嗽起来。摄政王，穆九熙不知廉耻，理应进猪笼。来人，把笼子拿上来。一个女人尖锐的声音响起。穆九熙看过去，丞相府2小姐白凤婉，她还没缓过气来，就被侍卫拖起来往一个笼子里塞。而她看向摄政王的时候，只见他黑眸里是一片阴森残忍。穆九熙，你个贱人，为何要做出这种不知廉耻的事情？你让爹怎么办？你让幕府怎么办？另一名女子气得大叫起来。穆九熙看到是原主的二妹穆珍珠，点个订阅吧。不要，住手！大小姐，你说话呀！你和温玉衣没有私情。丫鬟露儿扑上来就拉住笼子，哭的是撕心裂肺。滚开，贱婢！一只脚过来，直接把露儿踢得惨叫一声，滚了开去。穆九熙目光看向那个高高在上、默不作声看着这一幕的男人。摄政王，你是傻子吗？只是一句话，让全场都倒吸了一口气。穆九熙，你敢辱骂摄政王？快，还不把这个贱人扔进湖里去！慢着！穆九熙自己喊停，手脚微微动了几下，心里冷笑，这种捆绑对他根本无效。不过他也不急着逃脱，这身体毕竟不是他原来的身体，他还没有适应。何况这种罪名，就算他不是原主，也不想背。穆九熙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你的天夫已经死了，你还不一起殉情？就不怕他在地下寂寞吗？白凤婉又讥笑起来，四周一片讥笑和谩骂声。你怎么知道他是我奸夫？你亲眼看到我和他上床了。穆九熙的话让大家惊叫起来。无耻下贱，这种话也说得出来？穆九熙却目光冷冷地看向莫尊道：摄政王，你我有婚约，你是觉得我眼睛瞎了，看不上高云国第一美男子的你，却看上一个平平无奇的御医？莫尊走前一步，冷冰的黑眸盯着穆九熙，嘴角扯出一抹邪肆的讥笑。哼，穆大小姐，你什么时候会说本王好话了？摄政王，虽然你不可一世五行缺德，但比起温玉衣还是要优秀一点。本小姐就算要偷人，也得偷一个比你好的吧。穆九熙说话间，自己就哑然失笑了。这场面怎么看怎么诡异。莫尊的俊脸微微扭曲了一下，双眸眯起，危险地看着穆九熙。本王不可一世，五行缺德，不是吗？若不是，就给我一个证明清白的机会。穆九熙盯着莫尊的双眼，里面有着一丝挑衅。摄政王，穆九熙从小嚣张跋扈、纨绔无礼，还常常进勾栏院找男人，你可别被他胡言乱语骗了。穆珍珠的话引起大家共鸣一样，大家都纷纷点头。前几天我还看到穆九熙在调戏六王爷，明明是和摄政王有婚约的人，还到处招蜂引蝶，就该进猪笼。对，进猪笼，进猪笼。莫尊的脸阴沉如檀，眸子里溢上暗红之色。莫尊，你不会是不想和我成亲，所以想杀了我吧？我可以证明我是清白的。对，小姐是清白的，是被人陷害的。贱婢，给我打死他！白凤婉和穆珍珠立刻让奴婢们对着鹿儿拳打脚踢。够了，到底听不听？莫尊看着穆九熙眉如冰霜的样子，居然觉得有股杀气扑面而来。
住手！莫尊厉喝一声，一帮女人这才停手。摄政王，穆九熙和温玉依要是没有奸情，又如何会一起投湖殉情呢？你不要给他骗了。你是在教本王做事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啊不，婉儿不敢。白凤婉被吓得立刻跪地，莫尊冰冷的目光扫了一圈，一帮女人就立刻跪满一地。白凤婉，你是看到我和温玉依一起投湖殉情的吗？不是，是其他人看到的。是谁看到的？你让他站出来。摄政王，这个看到的人就是陷害我的凶手。所有人突然都转头看向白凤婉那边。你们看着我干什么？又不是我看到的，是秋冬看到的。秋冬是白凤婉的奴婢之一。奴婢看到的时候，温玉依和穆大小姐已经在湖里了。穆九熙挑眉看了莫尊一眼。摄政王，你听清楚了吗？他看到的时候，我和温玉依都已经在湖里了，这怎么说明我和他是殉情呢？也许是温玉依想救我呢。那你是如何落水的？我是被人推下水的，在迷迷糊糊的时候听到有人跳了下来，所以我猜想，也许温玉依是下水救人的。哼，好笑，温玉依根本不会游水，怎么下水救你啊？看来白小姐对温玉依更熟悉呢。你胡说！穆九熙，有人还看到你和温玉依之前在后花园卿卿我我的。你才胡说！小姐是肚子不适，正巧温玉依经过，所以小姐问她要了药方。鹿儿被打得一脸青紫红肿，但还是大声地叫出来。我看到他们两人靠得很近，笑得很开心，不是私会，这么好看就是什么？点个订阅吧。穆珍珠，到底我是你姐姐还是白小姐是你姐姐？当时还有鹿儿和药童，你是没脑子还是眼睛瞎了？穆大小姐，光这个可不能断定你是清白的。就知道你这个男人没这么好心，放开我，我就证明给你看。穆九熙双目中有着强大的自信和让莫尊不太看得明白的威严。给他松绑。侍卫立刻又把穆九熙从笼子里拉出来，帮他松开了手脚。这身体虽然还可以，但比起我本身的身体素质就差太远了。看来今日还需要以德服让。哎呀，真不要脸，无耻！穆九熙低头一看，就见自己现在是尸身诱惑呀。原主的身材他倒是很满意，毕竟现代的他是小脓包，但这个身体是凹凸有致，玲珑婀娜。哼，再看眼睛都挖了。四周的侍卫们顿时尴尬的全部转身。莫尊伸手接过暗卫手中的披风，直接扔给了穆九熙。多谢摄政王，未婚妻被别人看全，吃亏的是你。莫尊一愣，随即俊脸瞬间又冷下去，犹如包裹了万年寒冰似的。别说太早。好吧，你可以退婚。穆九熙耸耸肩，走到了温玉依的尸体前蹲下来。他伸手摸了温玉依的后脑袋一下后，对莫尊说道：“你过来看。”莫尊走过去，看到一张死人脸，气息更冷了。温玉依不是被淹死的，也不是跳下来救我。她后脑勺有伤口，脸上也不浮肿，是被人打死后推进湖中的。若不相信我，可以叫仵作来验尸。这男人怎么可以这么帅？真是养眼。什么？怎么会是被打死推下去的？我真的是被推下水的。你若还不信，我可以脱下衣服给你看后背，现在还疼着呢。无耻！来人，去叫叶无痕过来。穆大小姐说的有道理，这件事得去好好查证。摄政王，这事还没完呢。莫尊转头蹙眉看着他。你还有何事？摄政王，我好歹还是你未婚妻吧，我现在被人欺负成这样了，你就这么走了？本王会退婚。也好，反正每晚要对着你这张棺材脸，我也会做噩梦的。要不是太后可怜你，我还不想嫁给你呢。穆九熙，莫尊被气得想掐死这个女人。从小到大，这女人被穆府宠得简直无法无天了。整个皇朝谁不知道穆家大小姐做事嚣张，行为放荡，仗着穆大将军和太后的宠爱，没有她不敢做的。叫这么大声做什么？我现在没犯法，你不用凶我，再凶我，我就告诉太后。好，
很好，你想怎么样？他们污蔑我，还打伤我奴婢，我自然要打回来。你没意见吧？别回头说我无理取闹。随便你。说完，一甩袖就走了。安叶，你得留下来帮我。安叶脚下一踉跄，差点摔倒在地。你别吓安叶，他是你侍卫，我认识也很正常。今日要不是只有我主仆2人，还能被人这么欺负？等下你们走了，他们又扑上来把我扔进湖里，可怎么办？你也有怕的时候。本来是不怕的，但没想到人心这么可怕。以前是我太天真了。不学无术，玩物丧志。墨尊转身走了，安叶留下。安叶露出一张苦瓜脸，但也只能答应一声。穆九熙，你别以为摄政王帮了你，你就没事了，少得意。谁说我没事了？穆九熙笑脸上露出一抹邪恶的笑容，走进白凤婉。你要干什么？今天算你运气好，我们走。想走？白凤婉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啊？你们都想我死了，还想着走？穆九熙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2个丫鬟也立刻上来帮忙。穆九熙直接抬脚就把2个丫鬟踹开。救命！侍卫们看了看穆九熙，一个个都面色古怪，不过还是跳下水救人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穆九熙，你别过来啊！你敢欺负我，我就告诉爹爹。逃！拉住了穆珍珠的一条腿就往湖边拖。穆九熙，你放开我！不要！救命啊！姐，我错了，你别把我扔进湖里，我不会游水啊！扑通，水声再次响起。穆九熙疯了！天哪，他怎么敢？他有什么不敢的？穆九熙什么脾气，你们别忘了。哎呀，要疯了！快走！等一下，他逮谁咬谁了。侍卫们救起了白凤婉和穆珍珠。你们以为这样就完了吗？谁陷害我，谁杀了温玉衣还没查出来，要查出来是你们做的。穆九熙，你别乱说，我就算恨死你，也不至于杀人来陷害你吧？不是我，穆九熙，虽然我讨厌你，败坏幕府名声，害我嫁不出去，但也不会要你命啊！你好歹也是我的大姐。就你们2个人的智商，确实做不了主谋，只是被别人利用的蠢货。我和洛儿来这边放灯，你们怎么会过来？还一下子来这么多人，谁让你们来的？我是他拉来的。三王妃说今晚这边有放灯，我就想着叫大家过来看看。谁知道你会在这里呀？三王妃，安叶，摄政王是怎么会过来这里的？是太后让摄政王过来看看大小姐的。其实这次皇家别院赏灯也是太后特意安排，太后希望摄政王和大小姐可以培养些感情。洛儿，我落湖的时候你在哪里？小姐，你不是叫奴婢去拿几盏莲花灯吗？等奴婢回来就看到小姐浮起来了。洛儿没撒谎，草丛里还有2盏莲花灯。所以洛儿没有嫌疑，这事儿大理寺卿一定会查清楚。你们若是不想被人当替罪羊，就说出你们知道的一切，不然我怕下一个死的这么好看，就是你点个订阅吧。回到别院厢房门口，安叶，你回去告诉摄政王，若这件事他能帮我找到真凶，我就同意退婚，不然他是过不了太后那一关的。大小姐不想做摄政王妃吗？大家都知道我贪恋的是六王爷的美貌，你家摄政王阴阳怪气，还浑身冰冷，有什么好的？安叶一头黑线，立刻转身离去。穆九熙躺在床上整理着原主的思绪，突然窗外响起了布谷鸟声。穆九熙立刻从床上起来，一道黑影就从窗外跃了进来。大小姐，你没事吧？爹爹知道今日的事情了。老爷刚知道，气得拍碎了桌子。这件事摆明是有人想害死大小姐，目的应该是不想让大小姐和摄政王成亲。爹猜到是谁要害死我吗？老爷说2个人非常可疑，一是三王妃萧灵月，2是白晴大小姐。三王妃确实有可疑，那白大小姐为何要害我？白大小姐不是要害大小姐你，是要害死白二小姐白凤婉。白晴大小姐也是喜欢摄政王的。那个棺材帘怎么这么多女人喜欢啊？他们就不怕抱着睡觉被冻死啊？大小姐，老爷叫属下问你，到底要不要退婚？老爷本来觉得这亲事不错，现在又觉得嫁给摄政王对大小姐来说太危险了。我爹真是深得我心，谁要嫁给那棺材帘？退！
必须退。不过嘛，不是我们来退婚，不占理啊，让摄政王自己开口，我们还能狠狠敲诈他一把。大小姐，可这关系到你的名声啊！你家小姐我还有名声吗？再说了，名声值几个钱啊？我才17岁，不着急成亲，何况美男那么多，我为何要放弃一大片森林，吊死在一棵树上呢？你回去告诉爹，这婚退定了。穆九熙自然不想成亲，他是现代人，17岁成亲，有毒吧？男人这东西只能是生活调剂品，不能成为正餐呢。叶寒忐忑不安地离开了。夜日一早，穆九熙被鹿儿叫醒，披上外袍出来。哇，原主肯定是眼瞎吧？这美男子可一点也不比摄政王长得差，他脑海里居然没啥印象。这清冷，这傲骨，这绝顶风姿，让穆九熙只想化身为狼嗷嗷叫。叶无痕见过穆大小姐。叶大人免礼，快坐下来说话。这穆大小姐我不是没见过，今日怎么对我很感兴趣的样子？这样的烫手女人，也只有摄政王那等强悍男人才能降服吧。穆大小姐，能否把昨晚发生的事情详细说一遍？当然可以。穆九熙立刻说起来，只是一双眼睛一直笑眯眯地看着叶无痕的俊脸。这女人不知道她已经是摄政王的未婚妻了吗？此事太多蹊跷，下官一定会严查，给穆大小姐一个交代。叶无痕感觉自己再不走，他要被这个女人扑倒了。叶大人，你是相信我被人推下水的吧？温御医确实是被人砸了后脑而死，然后被推入河中，所以和穆大小姐私通这件事可以澄清。我后背有被推的印记，叶大人若不相信我被人推下去的话，最好亲自看一下，免得过几天没印记了，我无法辩驳。穆九熙说着就站起来，准备脱外袍。叶无痕愣住，这穆大小姐果然是传闻中那般放荡的女子。小姐，这不太好吧？叶大人，你们这是什么表情？想说本小姐不知廉耻对吧？只是你可想过，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，若我不自证清白，以后还不知道被人传成什么样子。说你是摄政王，我倒还有些顾忌，但你是堂堂大理寺卿，老百姓心中的包青天，面对人证的时候，难道还顾忌这些？就好像女人生病不能让男大夫看吗？得活活病死吗？摄政王，双眸阴沉的莫尊双手负背走了进来。参见摄政王。摄政王早啊，你来的可真是巧了。不是你让安夜带话给本王，若不帮你找到真凶，就退不了婚吗？不错，既然大家都是为了查案，那就得先排除我自己跳湖的嫌疑。你们看清楚了，我后背的印记可不是普通的印记，是一个大人的手掌印，所以推我下水的是个男人，且力气不小。穆九熙说完就转过背去，早准备好的外袍慢慢退下来。叶无痕虽然尴尬，但不敢不看，这是查案的证据。就像穆九熙说的，若是因为他避嫌不看导致证据消失，洗不清穆九熙的嫌疑，那就是他的责任。莫尊双眸微眯，为了查案他也会看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暗杀掌？怎么可能？一双眸子不敢相信地看着一个黑中带着紫色的手掌印。什么暗杀掌？为何不可能？若是暗杀掌，他怎么还活着？叶无痕也是面色巨变，走近一步，仔细盯着手掌印。摄政王，下官肯定这个掌印是暗杀掌无疑。穆九熙立刻穿上外袍，转过身来。这么深厚的暗杀掌，莫大小姐居然还能活着，简直是奇迹呀！原主估计是当场被打死后推进湖里的，而我灵魂穿越而来，再次活了过来，后背确实很生疼。不过没想到这掌居然这么厉害，看来本小姐也是福大命大。莫大小姐，你不觉得疼吗？当然疼，昨晚睡觉都只能趴着，早上醒来才好一些，不过应该无大碍。这么深厚的掌印足以震断你心脉。你啥意思啊？是希望我死了就不用和我成亲了吗？莫尊，说你五行缺德吧，还真是没说错。你咋就这么坏呢？不娶就不娶，用得着这么咒我吗？真是小气。穆九熙，本王只是在做正常分析。穆九熙给他一个大大的白眼。事实就是我还活着，所以这个凶手你们必须要找出来。暗杀掌是吧？等找到了，本小姐让他试试如来神掌。如来神掌？大小姐会武功？叶大人，我爹是大将军，我文武双全不是很正常吗？看不起谁呢？文武双全？你们都老大不小了，一天到晚听信谣言，鼠目寸光，自然不知道本大小姐的优点。算了，我也不跟你们计较，证据你们都看到了，
应该能肯定我是被人陷害的吧？大小姐，下官为刚才自己的不专业道歉，这个证据确实非常重要。大小姐确实是被害者，那温雨衣应该也是此人所为。叶大人记住了，人命大于一切，切莫太过于迂腐，最后酿成冤案。大小姐教训的是，下官受教了。难道外界对穆九熙的评价真的不实？那这个会暗杀掌的凶手是谁？暗杀掌霸道无比，修炼很难，不是一般人能练的，只怕是江湖人士。应该是有人雇佣了星月阁的杀手。星月阁杀手？原来这里有我的老本行啊！这女人脑子确实不太正常吧？很有可能，不过要抓人不难。你现在没死，这么好看，杀手必定会再来。点个订阅吧。摄政王是多痛恨这门婚事啊！莫尊和叶无痕看着笑得花枝乱抖的穆九熙蹙眉，这女人是疯了吗？是有什么好笑的？小姐，大小姐不怕凶手再来杀你吗？来啊，让他来，本小姐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，居然敢杀我。这次是我大意，若凶手再来，我保证让他有来无回。穆九熙，这不是过家家，凶手和暗杀长实力不弱，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，想逃都难。听说摄政王武艺高强，要不我们切磋一下？去年秋猎赛上，大小姐被野兔吓得从马上摔下来，难道是假的？笑，本小姐喜欢玩不行，我要是什么都拿第一，其他人还怎么出头啊？有时候做人要谦逊，懂吗？不要脸！莫尊，我怎么就不要脸？想要和你切磋就不要脸吗？是你不敢吧？你还不配！莫尊说完就直接甩袖走了。我不配，臭男人，总有一天让你高攀不上。怎么，偷袭不成，还有脸继续啊？穆九熙的反应和速度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，这怎么可能？穆九熙居然躲过了摄政王的攻击。大小姐，不知道下官有没有荣幸跟你切磋一下？好啊，我去换套衣服。说完就跑进内室，片刻，一身带青色的劲装穆九熙走了出来。叶大人，我们去院中切磋一下拳脚功夫吧，先不用内力哦。好，大小姐请。同时身体拔高，对着叶无痕一脚踹出。叶无痕侧身避让，再来。穆九熙找到一点感觉，兴奋的俏脸通红，整个人再次扑了过去。穆九熙突然退开，对着叶无痕咧嘴一笑道：叶大人，你还是用内力吧，不然可不是我的对手。什么不学无术刁蛮耍横，骗鬼的吧？我就没见过有人不用内力速度这么快的，而且力量也不小。要他是手中有刀剑，我已经受伤了。大小姐，下官用3层内力，小心。好，若不行可以随你发挥。两人一下子就对了10几招，穆九熙的力量也加大了，却不是内力，速度也更快了。突然他猛地后退。停！大小姐身手敏捷，让下官不得不用5层内力，实在惭愧。真正对战谁还捏着藏着？我不会内力，不是你的对手。你的招式和穆大将军不一样，是谁教的？啊，你怎么还没走？莫尊瞬间整个人都阴沉下来。行了，别黑个脸，我又不欠你的。对了，我同意退婚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教我内功心法。你这是要拜我为师？啊，当然不是，只是想要学内功心法而已，不可以吗？大小姐，每个门派的内功心法都不会无缘无故的外传，你幕府应该也有内功心法。他不是高云国战神吗？肯定功法比较好啊。莫尊，真不能教我吗？不能。那就成亲吧，自己人可以教了吧？做梦！本王已经和你爹提出退亲事宜。我爹都听我的，就算他同意又如何？我有的是办法让你退不了亲，比如你刚才看了我的身子，不应该负责吗？你无耻！叶大人是查案，但你可不是。女子清白何等重要，不需要我提醒你吧？若我跟太后说说，你觉得太后是会帮你还是帮我？穆九熙，你别太过分！你之前说找到真凶，你就退婚又反悔。那好，3日为期，要不就给我真凶。哦，我说的是主谋，不是被雇佣的杀手。要不你就传我内功心法，我保证不外传。如何？怎么对你自己没信心？3天还找不到主谋啊？叶大人可以帮你一起哦，我够大方了吧？2个高云国鼎鼎大名的聪明人，不会做不到吧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穆九熙，你不需要用激将法，本王答应就是，但你最好说话算话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击掌为誓。
穆九熙对着他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，差点闪瞎了莫尊的眼。皇家别院的小筑以温玉依的命案结束。你怎么这么厉害了呀？太后想方设法给莫尊和穆九熙制造机会，这次差点被害死，也我可不能再低调。只有让大家都害怕，我才最安全。翌日辰时，穆大将军府。大小姐，你回来了！哎，大夫人又病了，正喊着要见你啊！什么？我娘亲又病了？九熙，穆九熙停下脚步。见过二娘。九熙，听说你在皇家别院受苦了，没事吧？二娘，我没事。娘，你每次都护着她，到底我是你女儿还是她是你女儿？我都被她推下湖了。珍珠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不懂规矩了吗？平日里我怎么教你的？九熙是你姐，出门在外相互要照顾，你倒好，被白凤婉利用害你姐，你还有理了？跪下，立刻给九熙认错！哎呀，大小姐，不好了，老夫人咳血了。穆九熙跑进娘亲居住的水云间，就闻到一股浓郁的药味儿。夫人，大小姐回来了。娘亲，熙儿，你回来了。娘亲，我回来了。你的病怎么一下子恶化了？前世他为了打入一个贩卖中药的集团，特意学习过中医。熙儿，娘这是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随即咳出了一口血水。鹿儿，快去找傅银针过来，快！鹿儿被吓得立刻答应一声，转头就跑出去。吴大夫应该快来了。熙儿，你为何这么看着两位姑姑？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妹妹，你有心了，我这就是老毛病了。姐姐，您可要小心一点，现在入秋，天气也凉了，可不能感染风寒呀。听姐姐咳嗽厉害，我让下人炖了雪梨川贝，姐姐要多喝一点。大娘，你怎么越来越严重了？珍珠，是姐姐又欺负你了吗？哎呀，姐姐，你别操心这些。珍珠自己做事不长脑子，被九熙教训也是应该，她都没向九熙道歉呢。熙儿，珍珠还小，你是姐姐，要多让着她点儿。家和万事兴。娘亲，我知道的，这不是和妹妹开玩笑的吗？二娘，屋子里挤，大家还是都出去吧。二夫人说了几句之后就带人走了。等鹿儿把银针拿来之后，她让所有人都退出去，只留下母女两人。大夫人躺下来看着自己的女儿，眼眸里溢满了宠溺和心疼。娘，你先别说话，我帮你治病。她在娘亲身上下了20多根银针，把要侵入心脏的毒素阻断，但要驱除毒素需要解毒药材。这毒无色，银针刺上去也没有变黑，但血液里却有一股淡淡的不易察觉的沉香味儿。娘亲，你是不是每天都会点沉香？是呀，沉香安神，这都点了10几年了。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你自己要点的吗？那倒不是，我记得那时候睡眠不好，王姑就说可以点沉香安眠，之后每晚都会点上的。王姑？怎么了？你为何问这个？娘，你不是生病，你是中了一种慢性毒，10多年毒素沉积，到了要爆发的时候了。什么？怎么会？嘘，娘亲，你先别声张，能下毒10几年，应该是你身边之人。他轻轻站起身来，无声无息地走到门口。哎呀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出来怎么不说一声啊？吴大夫来了，老奴正要禀报呢。王姑，你去药房取一段百年沉香来。沉香木？娘亲房间的沉香已经没啥效果，点燃沉香木更好安神，药房肯定有的。老奴立刻去办。王姑额头见薄汗，也不敢看穆九熙，立刻领命而去。鹿儿在他耳边叮嘱了几句，鹿儿错愕了一下，拔腿就追了出去。熙儿，熙儿，你是不是觉得是王姑给我下毒？娘亲，你也看到了，王姑刚才就是在偷听，这说明肯定跟他有关系，但我觉得他不是幕后主谋，这事得告诉爹爹。说起来，娘亲年轻的时候也是练武的，不知道为何生下你之后身体就越来越弱，怎么都治不好。之前我也想过中毒可能性，但几位大夫都查不出来。这只能说明幕后主谋心机深沉，手段高明。娘亲，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吃任何药物了，食物也要查过才能吃，我会安排好的。熙儿，那娘亲这毒能解吗？老实说，娘亲觉得日子不多了。能，我已经用银针控制毒素蔓延你的心脏，你保持心情平静就好，我会去找解药来。熙儿，
你什么时候会解毒了？娘亲，孩儿认识江湖神医紫云飞，他有教过我一些医术。刚话落，吴大夫进来了，因为急色匆匆，已经是满头大汗。穆九熙让开，吴大夫看了好一会儿后，大夫人身体亏空严重，只怕……夫人平日里都没少补啊，为何身体一直会亏空呢？唉，是大夫人身体内器官都在衰弱，补也无济于事啊，老朽无能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吴大夫，你帮我娘亲看病多久了？老朽行医有30余载，幕府的病也一直是老朽在看的。大小姐你儿时风寒，也都是老朽看的。等老爷回来，让他来一趟吧。英姑哭着答应一声，送吴大夫离开。穆九熙和娘亲聊了一会儿，交代了2个小奴婢照看好，自己则走了出去。大小姐，你又要出去？老爷应该快回来了。穆伯，你看见洛儿了吗？洛儿，她好像往二夫人那边去了。死丫头，偷看本少爷沐月还装什么贞洁？给本少爷按住她！今日本少爷就收你做通房。不要，三少爷，洛儿不是故意的，我看到王姑进来才跟进来的。王姑，你眼瞎吧？王姑是大娘身边的嬷嬷，跑本少爷屋里干什么？你喜欢本少爷就说，不需要遮遮掩掩。回头我向穆九熙要了你就是。来吧，现在就从了本少爷。不要！砰！大门直接被踹开。穆九熙手中拿着旁边折来的一条树枝，一脸阴森地走了进来。一进去就看到洛儿被2个牧羊春的奴才按在院中的石头圆桌上，而牧羊春身上衣服敞开，正在解裤腰带。听到声音，所有目光都转了过来。大姐，2个奴才被吓得放手，洛儿连忙翻身下桌，跑到了穆九熙身后。小姐，王姑进了三少爷的屋里。你没事吧？穆九熙转身看看他身上衣衫完好，也松了口气。这么好看，洛儿哭着摇头。点个订阅吧。吴大夫，你帮我娘亲看病多久了？老朽行医有30余载，幕府的病也一直是老朽在看的。大小姐你儿时风寒，也都是老朽看的。等老爷回来，让他来一趟吧。英姑哭着答应一声，送吴大夫离开。穆九熙和娘亲聊了一会儿，交代了2个小奴婢照看好，自己则走了出去。大小姐，你又要出去？老爷应该快回来了。穆伯，你看见洛儿了吗？洛儿，她好像往二夫人那边去了。死丫头，偷看本少爷沐月还装什么贞洁？给本少爷按住她！今日本少爷就收你做通房。不要，三少爷，洛儿不是故意的，我看到王姑进来才跟进来的。王姑，你眼瞎吧？王姑是大娘身边的嬷嬷，跑本少爷屋里干什么？你喜欢本少爷就说，不需要遮遮掩掩。回头我向穆九熙要了你就是。来吧，现在就从了本少爷。不要！砰！大门直接被踹开。穆九熙手中拿着旁边折来的一条树枝，一脸阴森地走了进来。一进去就看到洛儿被2个牧羊春的奴才按在院中的石头圆桌上，而牧羊春身上衣服敞开，正在解裤腰带。听到声音，所有目光都转了过来。大姐，2个奴才被吓得放手，洛儿连忙翻身下桌，跑到了穆九熙身后。小姐，王姑进了三少爷的屋里。你没事吧？穆九熙转身看看他身上衣衫完好，也松了口气。洛儿哭着摇头。牧羊春，我的人你也敢动，找死！穆九熙，你疯了！你住手啊！牧羊春和奴才就衣服破裂，皮开肉绽。穆九熙根本不解气，洛儿却看得惊恐地瞪大眼珠子。小姐，好了，别打了，会打死三少爷的。牧羊春被抽得在地上打滚躲避，但还是每一下都被抽中。住手！快住手！还是一鞭子抽在牧羊春的裤裆上。
牧阳春惨叫一声，抱住了裤裆，冻成一只虾米。希儿，你在干什么？阳春是你弟弟。爹，这种畜生也配做我弟弟？摄政王，来退婚啊！真凶找到了。天哪，阳春！二夫人陆薇雅从后面冲进来，看到院子里的儿子，顿时凄厉地叫着冲了进去。爹娘，穆九熙他疯了！阳春，你又做什么坏事了？把九熙气成这样！娘，是他打我呀，我根本没做什么呀！爹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希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就算阳春做错事，你是个做姐姐的，也不能这么下狠手啊！穆大将军也心疼啊，立刻叫人去找吴大夫来。穆阳春是他唯一的儿子，要传宗接代的。都是奴婢的错，不关大小姐的事。洛儿，你不要动不动就跪。这个畜生差点强了你，你还为他说话干什么？要他不是我弟弟，我刚才就直接阉了他。阳春，九熙说的是真的吗？你对陆儿……臭小子，你真的对陆儿……不是啊，是陆儿偷看我沐浴，我想着不是娘亲要为我挑同房丫头吗？那正巧收了她。15岁，毛还没长齐就想着要通房丫头，你也不怕铁棒磨成针啊？后面的摄政王一个没忍住，直接笑出声来。穆九熙，摄政王是末将管教不周，让你看笑话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早朝后，这摄政王就逼他退亲。他知道女儿想退，但这么好的婚事他又有点舍不得，所以还是把人带回来，让女儿当面决定。只是摄政王一直嫌弃穆九熙是纨绔骄纵女，这下好了，暴力粗俗都见到了，他都怀疑自己这女儿是不是真的像外面传闻那般，常常去勾栏院，还去调戏六王爷。穆大小姐一向豪放直爽，本王自愧不如。哼，少假惺惺了，退婚的事情等下再说。爹，穆阳春欺负陆儿，我打他一顿也不过分吧？一个女子清白何等重要，陆儿虽然是奴婢，但也是有尊严的，而且她是我的人。穆阳春是自己找茬，怨不得我。你还理直气壮了，为了一个奴婢，你这么打你弟弟，你真是好姐姐啊！爹，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什么叫一个奴婢？奴婢不是人了，奴婢不是爹娘生的，没有他们，我们的日子能这么舒坦？就像将军没有士兵，你还能打赢仗吗？爹，你别让女儿看不起你，你得向洛儿道歉。小姐，不用了，我没事。爹，你平日里是怎么教育我们的？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要善待老百姓，这就是你的做法。九熙，你别和你爹较劲儿，今天是阳春不对，二娘回头好好训他。没事了，你们父女可别吵架，家和万事兴。陆儿，这次是老爷不对，老爷向你道歉。希儿说的不错，奴婢也是人，我们能过上舒坦的日子，你们功不可没。穆九熙瞬间冷脸化开，灿烂的笑容非常耀眼，立刻走到穆天星身边，一把挽住他的手臂发嗲。这才是我的英雄爹爹吗？我们穆家人的三观那必须得正啊！你这丫头，这事儿是爹错，但你打弟弟打成这样，就不该内疚啊？爹，子不教父之过，弟弟做出这种事，归根到底还不是你没教育好。穆家儿女是要驰骋战场的，这么小就钻女人裙底下，以后还指望有什么出息啊？穆九熙，你自己还不是常去勾栏院？穆阳春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摄政王还在呢，这话能说吗？好了，别给摄政王看笑话了。老爷，你们去前院谈正事吧。二夫人恳求地看着穆天星，又看看摄政王，最后这么好看，看向穆九熙，点个订阅吧。薇娅，阳春这孩子才15岁，你别宠坏了。是，老爷，妾身会好好教育他的。穆九熙挑眉，被自己爹拽着走了出去。我去勾栏院不关你事吧？你黑什么脸？要退婚就拿点诚意出来。凶手抓到了？希儿，你怎么和摄政王说话呢？不知礼数。爹，摄政王大人有大量，怎么会跟我这种小女子计较呢？莫尊大人，你说对吧？凶手是星月阁杀手齐放，今日凌晨就已经被叶无痕捉拿归案，没有问出雇主来。那就是没找到主谋呗。那你怎么还能来退婚呢？我们是击掌为誓的。
难道你要教我心法，还是想出尔反尔？穆九熙，你除了牙尖嘴利还会什么？本王的话还未说完。OK， 我错。你还想说什么？什么叫 OK？ 神神叨叨，这女人真是有病。穆天星看了女儿一眼，也觉得有点奇怪。穆九熙，当着你父亲的面，我们把退婚的条件再说一次。爹，我和摄政王说好的退婚条件是找出推我下水害死温玉依的真凶，若是找不到，他就教我内功心法，两者若都不行，他就只能娶我了。穆将军，你听清楚了，本王只要完成一个条件就能退婚，而且退婚这件事必须是你们去说服太后。不对啊，我之前没说是我们要去说服太后啊。莫尊顿时一副恨不得弄死他的表情。要我去说服太后也行，再加一个俗气的条件吧。穆天星尴尬的想挖地洞，好在他脸皮厚，一切交给宝贝女儿就行了。什么条件？很简单，只要黄金1万两。两个男人瞬间瞠目结舌。穆九熙，你别太过分。希儿，你要这么多黄金做什么？穆天星这个爹都纳闷了，府里又不缺钱，他的日常开销也没少他呀，怎么有种他要打劫摄政王的感觉呢？怎么就过分了？回头整个京城都会传是摄政王不满意穆九熙而退婚了。你知道女人被退婚的后果吗？我可能一辈子都没人要了。这1万两黄金也许就是我以后的养老金。希儿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怎么会没人要？就算没人娶，爹也会让你招婿。爹，我的意思是女人被退婚名声很不好，我难道不能要点精神损失费吗？要不就传我穆九熙看不上摄政王退婚，至于原因也得编造一个。大家都知道我是花痴，肯定不会轻易退婚的，那这个原因就要狠一点了，比如说摄政王床上不行。莫尊，你看这样可好？那我也可以赔偿你精神损失费的。莫尊坐的椅子扶手立刻粉碎，气得他一张俊脸都扭曲了。哎呀，这不是打个比方吗？你看看你，损坏我家东西也要赔偿的。希儿，不得无礼，成何体统？白银1万两。成交。穆九熙瞬间站起来，跑到他面前伸出手掌，一副要击掌为誓的动作。莫尊气得直哆嗦，但为了退婚没有后顾之忧，也只能伸手击掌。没想到穆大小姐的名声只值1万两白银。你不用刺激我，其实就算你不给，外面还是一样会传我不堪。能赚1万两白银，我很满足。多谢摄政王，你是好人。摄政王，小女顽劣，你千万别跟她计较啊。穆天星觉得自己只能说这话安慰了。说正事，街坊抓到了，也逼问了。他说没有人指使他陷害你，而是说他和你有私人恩怨。私人恩怨？我都不认识齐放这个人，怎么来的恩怨？所以本王来带你去对峙。对峙就对峙，走。莫尊站起来，对穆大将军冷哼一声，就走了出去。这两妇女都不是好人，狼狈为奸，弄得他一身骚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希儿，让叶寒陪你去。好，爹，我先跟你说件事。穆九熙走到自己爹面前，开始低声说了母亲的事情。爹，千真万确，王姑是关键。穆九熙坐上了莫尊的马车，而叶寒和安叶坐在前面。马车内，摄政王，我能向你打听点事情吗？说。你可知道有一种慢性毒，应该是无色无味的，但中毒久了，血液里就会有一种淡淡的沉香味道。你怎么知道这是中毒？啥意思啊？血液里有沉香气味，一定是中了慢性毒。你不知道吗？那你是知道有人血液里也有这股沉香气味对吗？是谁？真的是中毒？千真万确。你知道的人是谁？1万两白银，本王就告诉你。摄政王，说你傻你还不承认，我知不知道对我关系又不大，我只是好奇而已。若这个人你认识呢？你不说我就当不认识好了，关我屁事。你就不好奇？好奇心会害死猫，我还不想死。你若不知道这种毒，就当我没问好了。穆九熙，你跟外界传闻的不太一样。嘴巴长在别人身上，他们爱怎么说我也没办法，不是吗？摄政王，老话都说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。你这么容易听信外面传闻，到底是怎么打胜仗的？虽然传闻可能夸张，但你确实令人讨厌。挺好的，
反正我们退婚后就没关系了，不然你还以为我多喜欢你呢。其实就你每天板个棺材脸，我真的会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的。你这张嘴早晚会给你带来灾祸。那就不劳摄政王操心了。你说的慢性毒是你母亲中毒了吗？你居然能听到我和父亲的对话？这点距离并不远，本王也不是故意要听的。我一定要学会内功。内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本王从5岁就学了，你现在开始只怕晚了。我知道，不过我也听说晚学没关系，主要是能打通任督二脉，内功就会突飞猛长，对吗？不错，本王10岁的时候打通了任督二脉，而有人是永远不可能打通的，年纪越大越没机会，除非有天才地宝或者内功高强者帮助。谢谢解惑，我一定会打通任督二脉的。不过我得先有一部好功法，若你这里拿不到，我也只能用穆家的了。穆家内功仙法很不错的，你看你爹就知道了。我知道，只是你的实力比我爹高。对了，叶无这么好看，痕实力比你高吗？点个订阅吧。你觉得呢？懂了，你是第一战神，自然实力最强。总有让这个女人敬佩的时候吧。若你真的想要最好的，本王还可以告诉你一件事。啊？还有最好的，比你的好？不相伯仲吧，星月阁阁主。星月阁阁主，传说中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紫狐狸。6国都有星月阁，阁主实力肯定不容小觑。你说了等于没说，这么一只狡猾的狐狸，我哪里能找到它？很巧，他最近就来了本国的星月阁。墨尊，说实话，星月阁这么厉害，你作为高云国的摄政王，难道不觉得危险吗？不说就不说，但我怀疑你告诉我的动机。不错，我考虑考虑。若真和星月阁拉上关系，我以后看谁不顺眼，都能叫杀手去暗杀。墨尊转过头来看他，俊脸露出一种被穆九熙的想法打败的神情。这女人的脑回路果然与众不同。马车慢了下来。爷，大理寺到了。很快，两人下马车就直接进入大理寺内。叶无痕早就等着他们，寒暄一下后，带着他们进去刑房。宽大又充满血腥味的刑房内，一个人被抽得皮开肉绽地挂在木桩上。齐放，穆大小姐来了。旁边衙役就把一盆水直接浇在犯人身上。齐放慢慢地醒过来，嘴里还有血水流出来，一双小眼睛看向了穆九熙。穆九熙蹙眉，走到近处看他。我肯定我没见过这个齐放。穆大小姐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和你有什么过节？还是你不想说出幕后指使你的那个主谋？没有主谋，就是我想你死，想你身败名裂。齐放突然怒吼起来，手上脚上的链子都咔咔的响。好，那你说说我怎么你了，让你对本小姐有这么大的仇恨？你好色成性，水性杨花，虐死了我的弟弟。齐放，你连撒谎都不会啊？那我也懒得听了，不想说出主谋是吗？本小姐既然来了，可就由不得你不说。这女人想自己动用刑法逼供吗？这么血腥的事情，她不怕吗？穆九熙看到一把锋利的弯月刀，心里一喜，立刻拿起来把玩了一下。这东西很趁手啊，回头一定要弄一把来防身，割起脖子来绝对一击必杀。放下后，又拿起一把长长的细细的铁锥子，嘴角露出一丝邪恶无比的笑容。贱人，以为这样就能屈打成招吗？别做梦了。大小姐，要不让小的来？你们把人打成这样都没让他招，说明方法不对。我给他整点新花样才行。几人看到穆九熙那长铁锥在齐放手肘里不断刺入，但没有刺透，而是在肉中就直接转向往上。暗杀掌是吧？以后可就没有了。开胃菜如何？腿上钻一次会更过瘾哦。铁锥就果断地刺入大腿肌肉里面，那钻来钻去的恐惧和肉的股酸涩的胀痛，比真正的肉痛更加难忍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说吗？不说，我可有无数种刑罚对付你，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做梦
很好，那我继续。齐放浑身抖动，发出的声音非常瘆人，一会儿叫一会儿笑，眼泪鼻涕血迹混着从他身上掉落下来，最后齐放脑袋一歪就晕死过去。考苦你了。穆九熙看人晕过去，好笑地走到前方，随即铁锥刺入了他的胸口位置，直接贯穿。你以为你会死吗？不会啊，我没有刺你心脏，只是想刮刮你的肋骨而已。他开始把铁锥进进出出地拉锯起来，莫尊和叶无痕的面色都已经变得苍白，甚至胃里都有点翻滚起来。啊，别晕啊，晕了又得醒，何必呢？这声音好听吗？你个妖女！看穆九熙犹如看个恶魔一般，在我手里，你想死也死不了，不如招了吧。招了，我给你留个全尸，反正你活下来也没有用了。不过若是不招，100日之内，你每天都会听到这种声音呢。说着，又是一阵吱嘎吱嘎声。齐放恐惧到了极点。我说，莫尊和叶无痕面面相觑，真没想到齐凤这块硬骨头居然真的会招。是一个下巴有颗黑痣的中年男人来星月阁下单的，好像姓萧，其他我真的不知道。你给我个痛快吧，点个订阅吧。姓萧的，下巴有黑痣的中年男人，不难找了吧？本王知道是谁。好，留他全尸。穆九熙直接把铁锥刺进了齐放的心脏里，齐放恐惧地看着他，居然慢慢地露出了解脱的笑容。莫大小姐，他不能死啊！你是想他指证那个姓萧的吗？走到大水缸面前的小缸里洗洗手，衙役立刻恭敬地送上干净的布巾。不错，要不然就算抓到人，死不承认怎么办？知道是谁，就没有不承认这种事情。不承认也可以让他承认。摄政王，真凶是我来抓还是你抓？本王会给你一个交代。莫尊说完，甩袖就走了。叶大人，这个姓萧的可是杀人犯，你可要盯着摄政王要人啊！叶无痕嘴角抽搐，看着穆九熙眼中那抹狡黠的光芒。大小姐，你知道真凶是谁吗？你知道吗？行了，摄政王会给我们交代不是吗？叶大人放心，摄政王也不会让你为难的。我走了，还得去太后那边退婚呢。大小姐，退婚你好像很高兴啊。当然高兴，还得去喝个小酒，庆祝本小姐重获自由。叶无痕站在原地，看着他潇洒豪放的样子，久久没有回过神来。大人，穆大小姐好吓人啊！穆九熙和叶寒走出大理寺，就发现摄政王的马车已经离开了。这个男人也太没品了吧，就这么走了？属下看摄政王是急着去找那个姓萧的了。哼，这回倒是知道急了，还不是萧凌月的人。大小姐，你猜到了。我这么笨吗？姓萧的，下巴有黑痣的，这么明显，萧凌月的堂弟萧剑吧？3年前萧家灭门，株连3族，萧剑是漏网之鱼，真以为时间能抹平一切吗？萧凌月这是自己在找死。哼，摄政王肯定会护着他的。穆九熙瞥了叶寒一眼，看来大家都知道萧凌月和莫村有情，太后也真是的，还帮我们赐婚，这不是要害死我吗？叶寒看看四周，急得额头都见汗了，好在没什么人能听到。去找叶无痕借车，我们去新月阁。去新月阁？大小姐，你为何要去新月阁？自然想见见新月阁的阁主啦。走吧，机会难得。回去大理寺里面借了辆简陋的马车来，只是没想到叶无痕却追了出来。大小姐，你要去新月阁？不能去吗？齐放死了。那又如何？杀人偿命，他自己被抓到的，就只能怪他无能。新月阁是杀手组织，开门做生意的，能做这门生意，自然也会衡量利弊。只要抓不到杀手，他们就是一本万利；若抓到了，那也只能怪他们的人本事太差，怨不得别人。大小姐似乎很了解新月阁的规矩。穆九熙哑然失笑。
他自己是雇佣兵老大，接任务成功就是大把的钱，不成功组织也不会报仇，毕竟是自己实力不够。当然他接的任务是五花八门的，暗杀任务也得看目标是不是真正的坏人，有些底线他还是会坚持的，有规矩才能让生意长久做下去。星月阁在6国都有据点，那就是连锁企业，可见规矩一定很严格。叶大人，谢谢关心，告辞。叶无痕看着远去的马车，心情很难平静。今日穆九熙又给了他完全不一样的看法，他突然觉得穆九熙身上真的有很多秘密，像个宝藏似的，想让人慢慢的去挖掘出来。我莫非是疯了，居然会对穆九熙这个纨绔大小姐感兴趣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马车停在大门口，穆九熙下车，看到牌匾上星月阁3个大字，不禁被吸引住了。好字。叶寒，星月阁3个字是谁写的你知道吗？属下不知道，应该是星月阁主吧。听说星月阁主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曾经一曲凤求凰，惊艳6国。若这星月阁3字是他们阁主所写，那这家伙必定是一个被情所伤的可怜人。大小姐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看字识人，这紫狐狸是个有大格局之人，但又想与世无争，内心寂寞无知音，但又能弹奏出名震6国的凤求凰。有趣。穆九熙说完就朝着大门走了进去。有人吗？哎呦，来了来了。里面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响起，随即就跑出来一个灵活的胖子。哎，穆大小姐。掌柜，你家阁主呢？穆大小姐，你要见我们阁主做甚啊？谈生意啊，不然你以为做什么？齐放已经死在大理寺刑房里了。穆大小姐，齐放是自由身，他做什么和我们星月阁无关啊。当然，我又不是来算账的，有生意不做吗？不知道穆大小姐想和星月阁谈什么生意？我和摄政王有婚约，你知道吧？知道。摄政王莫尊让我来找阁主谈个生意，他不欠吗？怎么，我堂堂摄政王的未婚妻还欠不到你们阁主？星月阁是不想在高云国做生意了吗？哎呀，穆大小姐息怒，容在下去通报一声。说着就快步离去。穆九熙直接大喇喇地坐下来，叶寒站在他身后都已经手掌冒汗了。点个订阅吧。穆大小姐，请。小兄弟就不用进去了。叶寒，你等着就是。他跟着胖掌柜往内室走去，里面有点昏暗，但格局很不错，但没有进任何一间房，而是直接带他来到后院。穆九熙站在出口，就看到六角亭内有个穿着紫红色长袍的男子。穆大小姐，那就是我们阁主，你过去吧。穆九熙快步走向六角亭，那紫衫男子则缓缓地转过头来。穆九熙瞬间被他的容貌惊艳到了。眼睛不想要了？这不能怪我啊，只能怪阁主长得太好看了。不过比起我未婚夫，还是差点。阁主果然是爱情之人，怪不得当年凤求凰能惊艳6国。这女人居然一点不怕我，还好像一副见到熟人的样子。穆大小姐和摄政王的婚事闹得风风雨雨的，你确定你能成功嫁入摄政王府？不能，我和他已经退婚了。穆大小姐，星月阁不是你这种大小姐玩的地方。我不是来玩的，我是来和你谈生意的，只是怕你不见我，所以才借助莫尊之命。现在说正事。穆大小姐和传闻似乎不太相符啊。这女人身上的气息她很熟悉，她是一个杀手，而且还杀过不少人。聪明人从来不相信传闻，眼见为实。不错，是霍某浅薄了。你不是叫紫狐狸吗？不姓紫吗？霍云天对他的跳跃思维有点跟不上。紫狐狸是江湖朋友给的名号而已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言归正传，我知道你有一部很强大的内功心法，和摄政王的内功心法不相上下。霍云天挑眉。摄政王告诉你的？对，那家伙太小气，我想要好点的内功心法，他不给，所以让我来找你。那你觉得本座会给你吗？我这不是来碰碰运气吗？穆大小姐，本座不喜欢开玩笑。我也不开玩笑，我们打个赌如何？穆九熙看向他的琴谱。本座不想和你打赌，请便。若我说我能弹出你的凤求凰呢？
穆九熙知道这男人没耐心，也确实开不起玩笑。凤求凰从3年前问世，已经很多人模仿，能弹很厉害吗？说我能弹得比你好呢？穆大小姐真的很自信呢。不敢当，我不仅能弹得比你好，我还能帮你把这残曲补上，更能送你一曲绝世名曲。你要交换本座的内功心法？不错，不过我知道这点本事打动不了你，这只是我的一点诚意。穆九熙耸耸肩。穆大小姐有拿琴来？没有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碰琴了。可以用你的吗？好久没碰琴，还大言不惭。她应该还是在开玩笑吧？纨绔大小姐大概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吧。不过这个女人的行为举止语言真的很奇怪，不像正常人。霍云天看着穆九熙的手放在琴弦上挑拨了2下，让他蹙眉。这手势真的是会弹琴的人吗？这女人要是真的是玩我霍云天一定把她沉塘入湖，哪怕莫尊来也救不了她。突然穆九熙猛吸口气，对着霍云天露齿一笑，低沉好听的音节响起。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穆九熙见霍云天眸中的雾气氤氲的样子，看来霍阁主也是情深之人啊。我琴技如何？确实出乎本座意料，没想到穆大小姐还有这种本事。霍云天把台上的残谱推到他面前，随即拿起那鸡毛笔就开始填写。一盏茶后，穆九熙放下鸡毛笔，直接用琴把填好的琴谱弹奏出来。如何？好久没弄音律了，还是有些生疏了。穆大小姐的音律造诣，本座佩服。那就好，我再免费送你一曲，我的拿手曲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10大名曲之一《广陵散》从穆九熙的手下古琴倾泻而出，旋律时而忽高忽低，时而婉转曲折，有激扬的锵锵之声，似有杀伐之意，但立刻琴音变化，又让他感到一阵酸楚，难以抑制，潸然泪下。叮的一声，琴音停下。好一会儿，霍云天才回过神来。本座失礼了，穆大小姐此曲可封神，本座自愧不如。这到底是谁传出来的不学无术？霍阁主过奖了，不知道我这个诚意够吗？足够。不知道穆大小姐想用什么来交换本座的内功心法呢？霍阁主可有什么烦恼事，或者说解决不了的事情？穆大小姐是觉得能为我解决麻烦？我只是先问问，也许不需要我付出我原本想出的东西。不知道穆大小姐原本想出什么呢？卖身给新月阁。霍云天直接愣懵。我说的是做新月阁的杀手，或者说做你的徒弟，不是卖肉体，你别想歪啊。本座不收女徒弟，本座也不缺杀手，所以我觉得你来提条件吧，看看我能不能做到。毕竟我的本事可不止弹琴。穆小姐可有一种叫琉璃土犀的药草？琉璃骨犀是治疗心疾的吧？不错，你若有的话，本座可以跟你交换。不过不是本座的内功心法，而是一套专门给女子学习的顶尖内功心法。真的？还有专门给女子学的？当然，穆小姐年纪偏大，现在学习内功心法很难提升，但若是专门是女子学习的内功心法，起码会快速1倍。我没有琉璃骨犀，不过我医术很强。医术不行？哼，你的医术再厉害，能比得过江湖神医紫云飞？他的医术多厉害我不知道，但只要不是先天的心疾，我就有7成把握治好。7成？霍云天猛地站了起来。当真？7成是我保守说法，应该有8成。我的医术可不比琴技差。只要你能治愈，本座立刻给你一套凤凰于飞内功心法。凤凰于飞？你的病人呢？人不在这里，3天后你过来这里如何？成交。穆九熙伸出手掌来，霍云天愣了下后，伸出手来和他击掌为誓。霍阁主，我们现在算朋友了吧？我可以打听点消息吗？你见多识广，一定知道的。说吧。你知道有什么慢性毒
长期中毒后能让人的血液里出现沉香气味。霍云天微微挑眉，随即手掌一翻，一个玉瓶出现在他手中。这种毒叫莲香饮，6大国皇家后宫专用。正巧我还有一瓶解药，你不是懂医术吗？居然不懂。点个订阅吧。我的医术是救人的，不是害人的。这解药能卖给我吗？算你友情价，1万两白银。霍云天嘴角勾起一抹淡笑，只是看着有点邪恶。穆九熙差点也要骂娘了。行，我买了。对了，你和摄政王某些方面还挺像的。哦，哪里像了？五行缺德，可怜我累死累活的，结果却是五行缺钱。穆大小姐说话真是风趣。你信不信你卖的再贵些，我说话还会更风趣呢。告辞。这个高云国的穆大小姐真的有点意思，希望她的医术和她的琴技一样高超。听说你和摄政王出去了，怎么满头大汗回来？我没事。殷姑姑，你去给娘亲炖点补品来。宁姑错愕一下后立刻点头离开。事情大家都知道，殷姑也知道，你爹把王姑关了起来，现在应该在你二娘那边。爹动作这么快？你爹气坏了，真没想到王姑居然会这么做。娘亲，王姑说了幕后主谋吗？王姑说，因为当年你外祖母杀了她的妹妹，她是为妹妹报仇的。她真有妹妹吗？是的，也确实有那么回事。她妹妹当年勾引你外祖父，被外祖母杖毙的。那时候王姑还未入府，为了报仇才入府做了丫鬟，后来就跟在我身边，还做了陪嫁过来。难道真的是这样？是我想多了吗？既然是王姑自己报仇，她有的是机会早对你下手，为何等这么久？还有我让王姑去拿沉香木，她为何会跑去牧阳春的院子里？希儿，娘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但你要记住，家和万事兴，阳春更是你爹唯一的儿子。娘，你生下我之后就落下病根，不能再生，真这么巧吗？娘，你先别想太多，这件事没完，你先把解药吃了。你有解药了？不过就算有解药，你的身体还是亏空严重，后续得好好养。我会的，有你和老爷在，我也不舍得这么早走。娘，你以后可要小心一点了。穆九熙伺候娘亲吃了解药后，就去找自己的父亲。书房外，他就听到父亲大声怒斥二娘陆薇雅的声音：“老爷，你若真觉得是妾身做的，就直接处死妾身吧。爹，你怎么可以怀疑娘亲呀？娘亲和大娘一直相处很好，娘亲对穆九熙比对我和阳春都好。她若是想害大娘，为何还要这样做呀？”就是啊，爹，你太过分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是娘亲一直任劳任怨，管理府内所有事情。现在大娘一有事，你就这么对娘亲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闭嘴！怎么跟你们父亲说话的？这就是我平时教你们的吗？娘，爹都怀疑你了，你还……哎呀，老爷，妾身从未害过姐姐。当年因为姐姐，妾身才有福气入府伺候老爷，妾身又如何会对姐姐下毒？若你不信，妾身以死明志。说着，直接对着柱子撞了过去，咚的一声，脑袋撞击在柱子上。薇雅，娘亲！顿时屋内乱成一团。老爷，薇娅从未害姐姐，薇娅这辈子能伺候老爷和姐姐，是薇娅的福气。陆薇雅说完就昏迷过去。薇雅，快叫大夫！穆珍珠和穆阳春追出来，穆珍珠哭得那叫凄惨。穆九熙，你怎么能冤枉我娘亲啊？娘亲对你比对我们都好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娘亲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怎么，下午还没打疼？穆九熙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穆珍珠冲上来就要打穆九熙，穆九熙直接一脚就把人踢开，摔倒在地，发出惊天动地的哭泣声。再哭我就让你变哑巴！穆珍珠吓得立刻闭嘴。你娘死不了，哭丧吗？穆九熙说完就走。穆九熙快步来到二娘的梦花园。爹，让我给二娘看看。哎，爹也只是想问问清楚，没想到你二娘的，是爹不好，不该怀疑你二娘的。
穆九熙看陆薇雅额头正中一个红肿的大包，嘴角微微抽搐。这要是苦肉计，那这个女人对自己挺狠的。夫人啊，你怎么就这么命苦啊？这么多年来为这个家尽心尽力，居然还被怀疑。老爷，夫人这得多心寒呐！二娘没事，多休息就好。都撞成这样了，还没事？穆九熙冷冷地扫了赵姑一眼，赵姑愣了一下，发现这个大小姐的眼神怎么和之前不一样了。爹，你别太担心，二娘很快就会醒来的。我有事跟你说，我们先出去吧。让大夫好好看看，照顾好夫人。父亲，你相信王姑说的，是她要害娘亲。你觉得呢？说实话，我不相信王姑要报仇，不需要等10几年吧？那你觉得是有人指使她？你怀疑你二娘对吧？希儿，爹之前也怀疑你二娘，但回过头想想，你二娘为何要这样做？她和你娘平起平坐，这么多年也都是她在管府中一切，除了正位夫人这个名分以外，她什么都不缺呀。是吗？爹，虽然二娘和大娘平起平坐，但只要我娘一日还在，那她就不是正牌夫人。穆珍珠和穆阳春也只能是庶出。不过凡事讲证据，我娘中的毒叫莲香饮，这东西只有宫内会有。我用1万两白银这么好看，从新月阁买了解药。点个订阅吧。那你娘没事了？毒能解，但10多年的亏空还得好好养。希儿，真亏有你呀，太好了。对了，1万两白银是摄政王给你的那笔。爹准备还我吗？这可是我退婚赚来的。穆九熙立刻伸出手来。那个，你一个女孩子家要这么多银子干什么？钱不会少你的啊，先放爹这边，回头啊还是给你做嫁妆。爹，二娘管钱吧。穆九熙鄙视自己爹爹。等娘亲好了，是不是娘亲来管钱呢？那是自然。不过你娘亲要养一段时间身子，可别累坏了她。穆九熙翻个白眼。也对，不过爹，这1万两白银你可记得跟二娘说。好，你这孩子什么时候这么在乎银子了？穆天星拍拍他的脑袋瓜子，两父女一边说一边走去水云间。翌日早朝后，满朝文武都知道了穆九熙被摄政王退婚，之后整个皇城都宣传开了。穆大小姐本来就配不上摄政王。就是啊，穆大小姐喜欢上勾栏院，又调戏6王爷，摄政王怎么能忍？摄政王英明，那个纨绔大小姐要能做摄政王妃，那还有天理吗？穆大将军想要高攀，这下老脸都丢尽了吧？哇塞，真不知道最后是哪家千金能成为摄政王妃啊！我倒是好奇，最后到底是谁敢娶穆九熙那位大小姐？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最后不会嫁不出去吧？整个皇城都在议论，穆九熙果然成为笑柄。摄政王，你真的不愿意娶希儿？太后，希儿是自愿退婚的，您也别为难摄政王了。俗话说，强扭的瓜不甜。希儿，你怎么这么糊涂？这婚事多好啊！太后，希儿不想这么早嫁人，您就别为难摄政王了，他也不容易。穆九熙这句话让莫尊转头看向他，穆九熙立刻对他咧嘴一笑。是我配不上你，自愿退婚，那就祝摄政王早日找到心仪之人吧。摄政王，你以后可别后悔啊！莫尊立刻对太后抱拳躬身，再转头看向穆九熙。穆大小姐善解人意，本王感谢。太后，微臣不会后悔。不过微臣可以向太后保证，穆大小姐在没有找到如意郎君前，微臣也不会娶妻。啊？你啥意思啊？这是非我不娶？你想太多，本王身边不需要女人。你是拿我做挡箭牌啊？哼，胡说！你堂堂摄政王怎么能不成亲？哀家不允许。太后，若微臣要娶妻，也得等皇上年满16吧。16？那就是还有5年。男人28岁成亲都算早的，都说男儿先立业再成家。摄政王，你是高云国的定海神针，你若不成亲，朝堂上多少说辞你知道吗？你当真没听到大家都在说什么吗？他们要怎么说微臣不在乎，但请太后明鉴。这两人是在打哑谜吗？朝堂上说什么了？莫尊，你不会是爱好男色吧？穆九熙，你自己喜欢去勾栏院，别扯上本王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去勾栏院了？再者了，
去了就一定是做坏事吗？你长得好看，思想咋这么龌龊呢？行了，那你们两个别吵了。莫尊，你们退婚，哀家是同意了，但你不娶摄政王妃，好歹也纳几个妾室吧。不需要。你不会还是忘不了她吧？莫尊猛地抬头，旁边的穆九熙顿时感觉寒冷，看到莫尊那张俊逸的脸一片漆黑，眼眸里聚集起森然嗜血的情绪。算哀家没说过，你们退下吧。啊，太后，希儿还有话跟你说呢。摄政王，你先回去吧。对了，记得交出真凶。莫尊强大压迫的气息慢慢消散，对着太后抱了一下拳，就转身离开了。穆九熙连忙跳到太后身边。太后，你别生气了，这狗男人不识好人心呗，你让他断子绝孙好了。你说的什么胡话？不嫁给他就要他断子绝孙了？谁叫他气太后嘛？对了，太后，外面到底说摄政王什么啊？为何我不知道？你怎么会不知道？当年莫尊的事情你不知道？当年的事是摄政王和三王妃的事情吗？这狗男人难道还爱着三王妃？不许胡说，摄政王心思深沉，哀家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但他对萧凌月……这都过去多久了，他还念念不忘？三王妃和他再无可能吧？他若想的话，谁拦得住他？其实他心里苦，哀家知道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他苦啥呀？他是眼瞎，又不是他辜负萧凌月的，是萧凌月自己嫁给了三王爷，说明萧凌月对他的情谊也没多深情啊。你这丫头今天怎么这么牙尖嘴利了？这不是恨铁不成钢吗？这男人眼光是真差。小丫头，你懂什么呀？唉，摄政王是个好男人，你错过他真的可惜了。说到底还是哀家对不起他。太后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放心吧，他早晚也会遇上真爱的。希望吧。你呢？你17岁了，得嫁人了。我不要，嫁人也要嫁自己喜欢的人才行。太后，你别操心了，反正我现在名声这么差，也没人敢娶我的。你呀，女宫礼仪都学得如何了？学着呢。啊，对了，太后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你有什么是不能对哀家说的？太后，你知道一种慢性毒叫莲香饮吗？莲香饮？你怎么问这个？穆九熙顿时把母亲的事情说了。哼，看来你二娘还真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。太后，你也觉得是二娘吗？可她怎么能弄到莲香饮呢？你可以叫叶无痕暗中查一下，莲香饮这东西不多见，是北晋国独有的。当年宫中出现后，太上皇大为震怒，大理寺里应该还有。对了，等你娘亲身体好些，让她进宫来。穆九熙心里一跳，立刻点头答应，随即告辞离开。等他马车刚出宫门，穆大小姐，摄政王有请。昨日在大理寺门口，你们把我和叶寒扔下就走，又想再来一次？安叶顿时无比尴尬。大小姐，摄政王有急事。那就让他过来我马车。哼，穆九熙，本王的耐心有限。大小姐，你的马车有点小。大就了不起啊！穆九熙气呼呼地下车，他坐的确实是小马车，毕竟拉他和鹿儿两人进宫而已。一上摄政王的豪华大马车，就见摄政王漆黑的棺材脸对着他。有事快说，有屁快放。莫尊突然手掌出击，穆九熙反应不及，顿时被他掐住了脖子。但穆九熙可不是原主，几乎同时他的手就直接对着莫尊的裆部抓去，所以同一时间莫尊掐住了穆九熙的脖子，而穆九熙比较孟浪一点，抓住了莫尊的命根。四目相对，两人眼中都有着愤怒和杀气。下贱！莫尊立刻放开了手，只是他愤怒的脸上浮现了一丝暗红。点个订阅吧。所以同一时间，莫尊掐住了穆九熙的脖子，而穆九熙比较孟浪一点，抓住了莫尊的命根。两人眼中都有着愤怒和杀气。下贱！莫尊立刻放开了手，只是他愤怒的脸上浮现了一丝暗红。卑鄙！莫尊，我警告你，下次再掐我脖子，我会让你断子绝孙。穆九熙说完，手下猛地一紧，俊脸涨成了紫红色。穆九熙放开后迅速后退，
靠在马车一边。不得不说，这下三滥的一招他还真的没辙，除非自己真的想做太监了。穆尊，你若眼里还有太后的话，就知道你我之间最好能和平相处。太后跟你说了什么？你居然八卦这个？穆九熙，很多事情并不是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，你在太后面前也不要胡说八道。好，那你最好说清楚点，要不然我真不知道哪些话该说，哪些话不该说。虽然太后宠爱你，但毕竟君臣有别，少点去后宫，皇宫不适合你。莫尊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太后有问题吗？可原主的印象中，太后对原主真的太好了，而且就算换了我也觉得太后真的很好。两人之间让我都有种一时找到闺蜜的感觉。听说你去了星月阁，内功心法可有收获？谢谢你的提醒。其实我什么都不在乎，但我在乎我的父母，这是我的底线。对了，你听说过凤凰于飞吗？凤凰于飞？你怎么会知道？紫狐狸告诉你的？他说这是一部最适合我的内功心法，而且不会比你和他的差，是不是真的？不错，你若得到这部内功心法，确实非常适合你。说再打通任督二脉，内力就会快速提升。你和他交换什么？我卖身给紫狐狸啊！什么？穆九熙，你怎么能这么下作？不对，紫狐狸可不是为了你这个臭名远播的大小姐而交换这么珍贵的东西。什么叫臭名远播？本小姐虽然风流，但不下流好吗？风流不下流，这是女人说的吗？我也就喜欢看看美男而已，真要做点啥，我一个女子还不吃亏死啊？就你们脑子咋想的啊？我好歹也是幕府大小姐，能那么胡来吗？交换条件是紫狐狸让我帮她治愈一个病人。突然见他告诉他实话，顿时觉得他还有点救，至少他不会因为生气而和他完全作对，还是可以沟通的。治愈一个病人？什么病人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3天后我会再去星月阁，应该是一位星级患者。对了，你有琉璃骨犀吗？琉璃骨犀是稀有药材，连星月阁都没有，本王怎么可能有？你会医术？看不起谁呢？我会的多了，就你没眼光。没别的事，我走了。对了，能否再交换一个条件？啥意思？你抓不到萧剑？你知道是萧剑？你当我傻啊？3年前那么大件事，萧家的漏网之鱼谁不知道？怎么，你抓不到他，还是不想抓他？莫尊，我喜欢有话直说，免得误会越来越多。你和三王妃萧灵月的关系我也知道，萧剑是谁的人，我不用多说了。我想说的是，当年他要真的爱你，就不会嫁给三王爷，哪怕是被逼迫的。现在他更是身为人妻，还是母亲，是你的三皇嫂，你更不应该和他再有瓜葛，这是三观立场的问题。我不想我们高云国堂堂英明神武的摄政王，最后弄成个大笑话。穆九熙，不知道真相不要胡说，本王对萧灵月从未有情。是吗？那就最好了。你要交换什么条件？莫尊果然面色又难看起来，感觉自己已经被这个女人套路了。确实是关于萧剑的，但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哪样？你要是能说得通，我可以换一个条件，但若是因为萧灵月相求的话，不好意思，我不会交换。当然婚已经退了，你可以赖皮，但我穆九熙永远看不起你。萧剑对本王还有用，暂时不能杀他。有什么用？你不会以为你这么说我就必须要相信你吧？换你信吗？有些事情不是你一个大小姐能参与的，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，还会有危险。希望你相信本王，萧剑早晚会交给你，但不是现在。人抓到没有？并没有抓，但已经在本王的监视之中。萧剑背后除了萧灵月，还有别人？行，我可以交换条件，但若这个人落在我手里，你可别怪我不客气。交换条件嘛，那就再给我1万两白银吧。莫尊顿时怒瞪他道：你要那么多白银干什么？之前1万两向紫狐狸买了莲香饮的解药，我又很穷了。
莲香影的解药，你娘亲的毒，买解药哪里需要1万两白银？你分明被紫狐狸骗了。我知道，但我舅母心切。再说了，1万两白银本来就是你输给我的，花了就花了呗。穆九熙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莫尊又有种想掐死他的冲动了。花的是他的银子，他自然不心疼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3日后，本王陪你一起去星月阁，1万两白银会让安夜送去你府上。谢谢摄政王，那我走了。穆九熙干脆利落，直接下车离开，留下莫尊一个人，额头青筋都在突突的跳。半刻钟后，马车突然一阵失控，陆儿差点整个人都飞出去。好在穆九熙反应极快，一手抓住了陆儿，一手抓住了窗沿，但还是被吓出一身冷汗。大小姐呀，是丞相府的人。穆九熙，你给我滚出来！穆九熙活动了一下手脚，手中拿着一把戒尺，下了马车。说来好笑，自从和莫尊有婚约之后，太后就要他好好学习礼仪，所以到处都有戒尺来监督穆九熙的一举一动。白启峰，你是来找死吗？穆九熙，你太过分了，把我姐姐推下湖中，你要向我姐姐道歉。是你姐让你来的？不是，但我气不过，你必须道歉。好，我要是不肯呢？不道歉你就吃我一剑。白启峰，你一个庶出少爷，敢用剑对着我穆大将军府嫡出大小姐，你这是以下犯上，尊卑不分。你欺负我姐姐就不行。好啊，来，刺我。穆九熙直接朝着他走过去，那大摇大摆的样子根本不怕死。穆九熙，你别过来，我真的会动手的。你不动手，我还要动手呢。你别欺人太甚，是你先推我姐姐下湖的。是吗？你姐污蔑我和温玉一私通，还想让我进猪笼。我替她下湖醒醒脑子，那是为她好。你是她弟弟，应该感激我没有再追究，要不然你以为就只是这点惩罚？穆大小姐请息怒。白大小姐。穆九熙眸子微眯，这个白晴长得清秀婉约，看上去很柔弱，有种楚楚动人的感觉。穆大小姐，真不好意思，是三弟鲁莽了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白晴对穆九熙微微俯身，穆九熙立刻回礼。其实说起来，丞相府比大将军府要高贵一些，但穆九熙的底气不只来自父亲，更多来自太后。整个高云国谁不知道穆九熙是太后的救命恩人，太后把她当女儿看待的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一日早朝后，穆大将军回来，一张脸都是漆黑的。穆九熙，你给老子出来！爹，你这么气干什么呀？是被白丞相告状了？你知道那老匹夫不是好惹的，还去打他宝贝儿子。爹，整件事很多人看到的，我是替白丞相管教他儿子呢，敢叫我道歉，你觉得可能吗？那日我差点就被进猪笼了。那你也不能在正阳大街上抽白启峰啊，这成何体统？爹，多大的事儿啊，你别把自己气坏了。我反正名声差，无所谓了。希儿啊，爹也要面子的。你刚被摄政王退了婚，现在又当众殴打丞相府三少爷，爹都快不敢出门了。爹是嫌弃女儿丢幕府的脸吗？爹还有脸吗？爹想要脸，那女儿帮你挣回来就是。嗨，怎么挣啊？爹是不是觉得一个女孩子需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才算不丢脸？那也不是啊，礼义廉耻、琴棋书画都要懂。不过我将军府儿女上午也正常，但你要教训人，能不能偷偷来呀？别这么明目张胆。穆九熙觉得自己这个爹实在是太宠溺这个女儿了。还笑？摄政王给了爹一个任务，爹头疼着呢，你可别再给爹添麻烦了。莫尊给你任务？什么任务？抓捕北晋国奸细。穆天星两条眉毛都纠缠在一起。什么？那爹可有眉目？皇承嗣昨晚巡逻的时候，抓到一个想暗杀顾大人的奸细。顾大人？工部的顾大人？对，当场被抓，但
但也立刻咬毒自尽。当时还有另外一人接应逃走了。这件事不是应该黄承思管吗？怎么给你管？人手不够啊！你爹我镇场回来之后清闲半年了，这不是很多人都看不顺眼了吗？所以莫尊就把此事交给你了。穆九熙心里咒骂莫尊那狗男人。摄政王也是没有办法，7天为限啊。对了，爹想去星月阁一趟。爹，你觉得是杀手？不，暗杀朝廷命官，星月阁一般不会接的。不过星月阁消息灵通，也许会有线索。穆天星揉揉自己的眉心。爹，这件事太危险了，你别管了，让我来查吧。胡说，就是危险，所以你可千万别自作主张。爹，我不是小孩子，你让叶寒和清风跟着我，我只负责查线索，到时候抓捕行动让爹来就是。我前天才去过星月阁，和紫狐狸也算熟，我去打听更方便。何况我明日和摄政王会一起过去。不行，爹可不放心。爹，你去的话，怕是连紫狐狸的面都见不到，到时候你面子更没了。你放心吧，莫尊一起去，他那么厉害，有什么危险？说定了，我去沐浴。说完，穆九熙就跑了。摄政王莫尊刚退婚，怎么还和希儿一起？午后，穆九熙在自己娘亲身上又施展了一次银针，让娘亲的气血运转更加顺畅，恢复的速度也能更加快一些。而他对自己的银针技术也更加熟练了。大小姐，王姑想见你。大夫人面色有点悲伤，毕竟王姑跟了他那么久了。娘，我去看看。穆九熙来到将军府的后院柴房里，就看到王姑气息萎靡地躺在杂草堆上。王姑，这个前几天看上去还精神不错的妇女，此刻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大小姐，王姑叫了一声，就开始落泪了。王姑，我不是来看你哭的，我娘亲待你不薄，就算外祖母打死了你妹妹，但我娘亲什么都没错，还对你像姐姐一样好，你不内疚吗？王姑哭得更伤心了。我知道这件事是有人指使你的，但你不愿意说，我也不逼你，看在娘的面上，也不对你用刑了。以后你就在这里住着，好自为之。穆九熙说完就要走了。大小姐，是老奴对不起夫人，对不起老爷，对不起你。你既然能对我娘亲下毒，说这些也没意思了。王姑，我就希望你告诉我真相，是不是有人指使你害我娘亲？穆九熙目光犀利地盯着王姑的双眼。王姑没有说话，只是哭着微微地点点头。不能说是谁吗？大小姐，大家都说你不学无术，没有脑子，但其实你很聪明，老奴还以为永远都不会被发现的。还好，大小姐，以后你一定要孝顺大夫人，老奴对不起你们。突然，他狠狠地一咬牙。王姑，他怎么都没有想到，王姑的牙齿里藏着剧毒。对不起。王姑嘴角流下鲜血，慢慢地闭上了眼睛。大小姐，这……去，把老爷叫来，快！一个侍卫立刻就跑。牙齿藏毒这种事情，一般只有奸细或者杀手在任务失败的时候会用，王姑怎么会有？穆天星跑来的时候，看到王姑死去，也非常震惊。爷，这件事怕是不简单，是交给大理寺，还是交给黄承思？人都死了，自然是交给叶无痕。不过这牙齿藏毒，若王姑是别国奸细的话，黄承思就会插手。穆天星觉得头皮都发麻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叶大人，我想你帮我一个忙。莫大小姐请说。这件事你得偷偷办，请你帮我查一下我二娘的底细，从小到大事无巨细。你怀疑是二夫人？不肯定，但我二娘太完美了，这事关系重大。我明白。对了，萧剑的事情，摄政王可有说什么？他保下了萧剑。叶无痕有点尴尬。其实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我知道，说穿了就是我的命还不值钱，何况我也没死，就是可惜了温玉衣了。穆九熙看着叶无痕那面如冠玉的脸，耸耸肩。不是这样的，其实……没事，我明白的，国大于家嘛。穆九熙咧嘴一笑。叶无痕一愣，被他脸上的灿烂笑容惊艳到，
对着穆九熙行了一个大礼。还有一件事，莲香影。穆九熙把事情又再说一次。莲香影在高云国已经很久没出现过了，后宫那一次后，搜出来的毒粉都被密封放在密室里。也许你可以去看看有没有少。叶无痕若有所思，答应了一声。阿叶早。莫大小姐早啊。摄政王早啊。今天天气真好，你也该多笑笑。莫尊见他桃腮带笑，美目流转，感觉美得有点晃眼。天气好就该多笑。你这人可真没趣，人要学会自我享受，不然活着多累啊。你要活得累，那天下就没有累的人了。礼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呗。难道你摄政王就没有烦恼的事情？别这么较真好吗？要吗？酸酸甜甜，挺好吃的。穆九熙拿出一块递给莫尊，莫尊立刻嫌弃地扭过头。穆九熙耸耸肩，塞进自己嘴里，津津有味地吃起来。马车启动，一路上两人都没有交谈。穆九熙吃了几颗蜜饯之后，又拿出一个水袋喝了起来，一股奶香立刻弥漫在车厢内。没想到陆儿这么聪明，一教就会。这奶茶真好喝。奶茶？我准备拿你的1万两白银做成本，开个奶茶店。这口味，保证皇城的女人小孩们都喜欢。穆九熙是现代人观念，女人要独立，事业必须搞起来。奶茶店？说了你也不懂。男人喝酒，女人喝奶茶。等找到店铺开了张再告诉你。说点别的，你为何把我爹放在火炉上烤？是报复我吗？北境奸细之事，你把白起封打了，白丞相还不找点事为难你爹？原来是白丞相啊，这老匹夫公报私仇啊。你从小到大为你爹带来的麻烦还少吗？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我知道，之前我不懂事，贪玩了些，不过从现在开始，我会给我爹挣回面子。不是本王小看你，一个字，难。那你最好睁大眼睛看着。穆九熙嘴角勾起一抹邪恶的笑容。这次我和我爹说好了，我来找奸细的消息，他负责抓捕。什么？你爹是疯了吗？7天一到，若是没有点进展，满朝文武会怎么笑话你爹？到时候就算本王也帮不了他。你放心，我今日去新月阁，顺便找消息。新月阁确实是6国最大的情报组织，但这种消息，你觉得他会告诉你？你等着瞧，今天我主场，你别给我添乱就行。莫尊顿时全身冷气息都散发出来。1个时辰之后，马车在新月阁的门口停下来。穆大小姐。这位是？掌柜，这是我们高云国鼎鼎大名的摄政王，你居然不认识啊？哎呦，贱民刘文涛参见摄政王。免礼。掌柜，阁主在的吧？在，当然在。阁主等穆大小姐很久了，2位里面请。一进去后院，穆九熙就看到妖孽美男霍云天正在弹奏古琴。一曲之后，穆九熙大眼晶晶亮的拍手叫好，直接笑着走了过去。莫尊依旧冷如冰霜一般，走得很慢，一双黑眸更加犀利。他没想过星月阁阁主如此年轻，还如此俊美无双。从进来之后，穆九熙就没看过他一眼，注意力完全在紫狐狸身上。突然，一股强大的杀气扑面而来，莫尊面色猛地一变，就听见叮的一声响起，一道锋刃直接对着他而来。穆九熙已经走进亭的侧边，所以感觉到了杀气，却不是对着他而来的。但他也绝对不会想到，霍云天见莫尊居然一见面就动手，兵器居然是琴音。轮到本王了。飞射而来，一拳头带着破音之声，直接砸向了亭中石台上的古琴。古琴立刻被霍云天挑起，飞上头顶，两个男人的拳头猛地对击在一起，强大的气流犹如箭雨一般，向着四面八方扑射开去。我日你妹的！头发已经被他们两人对战的内力弄得像疯子了，此刻更是感受到一股危机袭来。穆九熙迅速反应，手中一把银针就对着两个男人无差别的飞射而出。
她站起来，立刻整理裙子，及腰的长发更是乱成一团，珠钗都掉了几根。你们两个有病吧？会不会尊重我一下？莫大小姐，对不起，本座一时手痒，和摄政王切磋一下，没想到波及了您。没想到，霍云天，你骗鬼呢！我这么大人站在一旁，你没想到？穆九熙气得笑脸涨红，头发还没弄开，她都不想弄了。明明是美美的出门，没想到变成了个疯子。本座还以为莫大小姐可以躲开的。你以为我要是能躲开，我还来交换什么内功心法？要不是我聪明，我现在都已经遍体鳞伤了。莫尊见穆九熙那瞪眼怒吼的样子，有点想笑，特别想到他胆子这么大，连紫狐狸都敢骂，心情居然有点好。似乎之前他对他的冷嘲热讽也不过如此，不过他还是连忙走过去，伸手就把他乱七八糟犹如挂着面条的长发扒拉下来，完全不觉得两人这动作有多么和谐。对不起，本座的错，本座愿意赔偿1000两白银，还请莫大小姐消消气。1000两太少了，我裙子都破了，发簪都摔坏了，起码要赔2000两。成交。你就这么缺钱？难道我还能打他一顿？识时务者为俊杰。穆九熙接过他手中的长发，退开一步道：谢谢。莫尊本来手中拨弄着光滑的黑发，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，突然发丝滑落他的手掌，让他内心似乎有一下子的失落。他面色阴翳：这就是你星月阁的待客之道？霍云天抱拳行礼：本座早闻高云摄政王是第一战神，武艺高强，技艺高超，本座实在有些手痒啊，见笑见笑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来人！胖掌柜带着2个奴才快速进来整理东西，很快院中又焕然一新了，石桌变成了长方形的红木桌，上面还放上了水果小吃，一壶好茶让穆九熙和莫尊的心情也平静下来了。这是本座从北境带来的雪莲茶，两位尝尝。霍云天用茶道歉了，莫尊面色微变，穆九熙则端起来就喝。不错，清雅甘醇，回味良久，值不少钱吧？莫大小姐，雪莲茶1两千金。穆九熙果然大眼睛又瞪圆了。这么贵啊？那得多喝几杯。莫尊觉得自己胸口闷了，这女人实在太丢脸了。本王府上有，你也喝，我都让安逸给你送去。莫尊，你怎么突然变大方了？不过说话算话啊，先谢谢了。莫尊被霍云天那带着看好戏的眼神弄得有点尴尬，咳嗽一声也拿起了茶杯喝了起来。不知道摄政王光临星月阁是？他是陪我来的。穆九熙用脚微微踢了莫尊一下，莫尊只能憋住不说话，微微点头。两位不是刚退婚吗？退婚就不能做朋友吗？何况我的身份和摄政王也不可能当不认识吧。星月阁在高云国的生意倒是蒸蒸日上。摄政王，星月阁可没有作奸犯科，而且按时交商税的。齐放是星月阁的人吧？齐放在高云国没有出任务，他的个人行动和星月阁无关，摄政王可以明察。行了，能不能先办我的事啊？阁主，你的病人呢？霍云天看看他，又看看莫尊，随即叫来胖掌柜道：你带穆大小姐去看阿芷小姐。你们两个可以好好聊，千万别打架。说着就拿着他的药箱子走了，跟着胖掌柜来到3楼。一间温馨的厢房里，一个奴婢正在对着床上躺着的人念着一本书。小兰，穆大小姐来给阿芷小姐看病。奴婢小兰顿时对穆九熙行礼，然后让开，露出床上人的一张脸。麻烦穆大小姐了。阿芷小姐露出一抹温柔到极致的微笑。不客气。穆九熙走过去坐下来笑道：阿芷小姐真漂亮啊。穆大小姐说笑了。不是说笑，我说真的，你的美才是最能打动男人心的。阿芷笑容顿时一僵，看着穆九熙的眼光出现了排斥的意味。穆九熙不知道自己的话为何让阿芷出现这种反应，难道自己说错了？穆大小姐，你还是快点给小姐看病吧。穆九熙内心古怪，立刻为阿芷把脉询问症状。要知道，一般心脏疾病也不需要天天躺床上的，只要不发作，还是能和正常人一般的。阿芷小姐常常胸口疼吗？是的，疼起来的时候站着都不舒服，只能躺着，
这个女人根本没什么心机，心脏健康的很，这明显就是装病啊。穆九熙离开房间回到后院，就见两个男人面色都很难看，似乎交谈不是很愉快。莫大小姐，阿芷的病可能治，是治不了对吗？霍云天顿时泄气。不是，莫大小姐，那你的面色……不是不能治，只是难度有点大。真的吗？不需要琉璃骨息？不需要。穆九熙其实在考虑要不要告诉霍云天实情。霍阁主，可以让我和摄政王私下说几句吗？怎么回事？那个女人根本没病。你确定？当然，我若说了，死狐狸未必会相信；不说的话，凤凰于飞我得不到。穆九熙一双眸子里都是纠结之色。这女人为何要装病？手法很高明。穆九熙说了他的内功气流可以随便的堵塞血管的事情。还有这种本事？看来此女的内功心法很特别，也许是邪功。此女是紫狐狸的妻子？肯定不是。不是的话，如此装病在紫狐狸身边，只怕是喜欢她吧？有个办法可以试试。穆九熙突然嘴角勾起一抹邪恶的笑容，莫尊见他这种笑，就有点心惊肉跳。他若真的喜欢紫狐狸，那绝对不允许别的女人接近紫狐狸。那我就和紫狐狸暧昧一点，这女人必定会嫉妒。只要她嫉妒，就一定会对我动手，她的马脚就会暴露出来了。不行！你吓死我了！这么大声干什么？你这样做很危险。所以我要你帮忙，你可以保护我。穆九熙嘿嘿一笑，莫尊差点吐口水，看着穆九熙渐渐的样子，有种一巴掌打过去的冲动。你要本王做你的侍卫？怎么会？其实以我的实力，我也不怕他，但万事要小心了。你可以暗中保护一下我。你要知道，我和紫狐狸关系好了，累尽奸细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。这不是帮你吗？你是帮你爹。喂，你这觉悟不高啊！你是摄政王，抓奸细那是关系国之安定的问题，我爹找不到，难道你就不找了？穆九熙鄙视的翻个白眼，莫尊黑眸盯着他肌肤胜雪的俏脸，觉得自己怎么又被他套进去了。霍云天很快回来了，一张俊脸也是阴沉如水，看向穆九熙的眸子似乎带着尖刀似的。穆大小姐，阿芷说你亲口说治不了。我骗他的。穆九熙站起来看着他，不是治不了，只是很难治，但成功率可以达到10成。什么？10成？霍云天震惊地看着穆九熙。不错，我可以完全治好他，但难度很大。什么难度？需要我做什么？穆大小姐，只要你能救阿芷，不只是给你内功心法，本座还可以支付黄金1万两。穆九熙顿时张大嘴巴，要不是莫尊咳嗽一声，他眼前还是一片金光灿灿的金元宝。这个阿芷是你什么人？穆九熙尴尬的笑笑，又坐了下来。阿芷的身份和病情有关。穆九熙看他俊脸上有着不情愿，挑眉道：有，这决定着我想不想救他。哼，你不想要内功心法和1万两黄金了？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老实说，这个阿芷我不太喜欢，虽然长得很漂亮。霍云天惊讶地看着穆九熙那张大气而漂亮的脸。你为何不喜欢阿芷？因为她的心机没表面上看的那么严重，她装过头了。穆九熙的话让莫尊心里对他点头，这女人这是实者虚之，虚者实之，能让霍云天更加相信她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字面上的意思，心急这种病不发作的时候和正常人是一样的，只有发作才会疼痛难忍。也就是说，阿芷小姐不发作的时候，她完全可以正常行动。霍云天深深地看着穆九熙，然后转头看向3楼的方向，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。这阿芷姑娘是你喜欢的人？不是，我和她的姐姐是师兄妹，她姐姐死了，托付我照顾她。穆九熙和莫尊顿时对看一眼，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默契。冒昧问一句，她姐姐是死于心急吗？不是，嫣儿是为救我而死。霍云天眸中顿时溢上无边的痛苦，随即面色又放松下来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已经过去3年了。3年来，你带着阿芷在6国找琉璃骨息。霍云天这回很爽快的点点头。阿芷是嫣儿唯一的牵挂，我必须救阿芷。
你找江湖神医紫云飞看过了吧？他说除了琉璃骨息没有其他办法。莫大小姐，你说的办法到底是什么？看来为了阿芷姑娘，你是什么都愿意付出了。穆九熙嘴角勾笑，霍云天顿时面色阴沉下来。你到底怎么样才肯救阿芷？变脸别这么快，我不会敲诈你，说好是什么就是什么。穆九熙翻个白眼，他这个心急呢，其实只要我内力高点，就能用银针逆转病情。但你也知道，我要是内力好，也不会找你要内功心法了。所以我说难度很大。这女人真的是传闻中那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大小姐吗？我怎么觉得这女人阴险狡诈的很呢？能否你来施针，我来输内力？穆九熙顿时给他一个大大的白眼。能不能我吃饭，你拉屎呢？莫尊实在没忍住，直接被这么粗俗的比喻吓喷了。霍云天直接就傻了，随即一张俊脸爆红起来。当然不行了，我得控制下针的深浅、移动、输入内力多少。要那么简单，哪个大夫都可以了。是本座狭隘了。这确实是个难题。霍阁主不可能在你没出效果前就给你凤凰于飞，但没有内力你也无法救着阿芷姑娘，这是死局啊。除非你相信我，先把内功心法给我，等我内力长点，我就可以帮阿芷姑娘。霍云天面色凝重地看着他，又看看莫尊。你怕我治不好阿芷，亏了你的凤凰于飞是吗？其实你是新月阁阁主，没什么好怕的吧？最多我治不好，你把我的内力收回去好了。你可知道，一旦你骗本座，会是什么后果？霍阁主，你别忘了穆九熙是高云国穆大将军府的大小姐，星月阁要有人敢动她，等于与整个高云国为敌。穆九熙看向此刻狠厉的莫尊，内心居然有点温暖。这是被国家保护了。点个订阅吧。你以为本座想杀人还能让你抓住不成？霍阁主。莫尊顿时眯起眼睛，被这个紫狐狸的嚣张气到了。好了，两位老大，我知道你们都本事大，但也别让我这个小女子做夹心饼啊。霍阁主，你自己决定吧，我又不逼你。穆九熙一边说，一边伸手拍拍莫尊的肩膀，对他摇摇头，让他消气。莫尊气息收回，霍云天也放松下来。穆九熙立刻又为两人斟上雪莲茶，自己更是连喝了2杯，看得两个男人都是嘴角抽搐。霍云天想了很久，看了穆九熙好几次，又看向3楼那边好几次，似乎很纠结。穆九熙也不急，继续喝茶吃水果点心，还叫莫尊一起吃。莫尊很想问他是不是穆天星不给他买吃的，真的好丢脸，但他又不能明说，毕竟他和穆九熙之间没有婚约，管不了他。而且他觉得只要自己多说一句，这女人绝对对他10句，还是不要给霍云天看笑话了。阿芷这疾病很多年了，最近1年越来越严重，常常发病，所以我去哪里都得带着她。我说了，不发病和正常人没区别，一般来说不受刺激也不会频繁发作。他是装严重了，我敢保证，就算你现在离开1个月，他一点问题都不会有。当真？万一他突然发病了呢？就算发病，也不会一下子要他的命。你没少给他吃好东西不是吗？那女人喜欢霍云天，怎么舍得去死？莫大小姐，本座相信你，可以先给你凤凰于飞的第1部分功法。霍云天的话让穆九熙愣住了，他立刻看向莫尊。莫尊点头道：内功心法一般是分3部分的，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不需要学第3部分，你刚开始第1部分足够。行，那就第1部分吧。那你是否也给本座一个答复？要学到什么程度才能帮阿芷看病？穆九熙露出苦瓜脸，又看向莫尊。莫尊蹙眉道：现在还不知道你能修炼多快，不过一般来说第1部分都比较简单，本王觉得3个月时间你应该都学会了，后续也就是加强问题。那就3个月如何？当然也许会快，我现在自己不知道而已。穆九熙立刻笑眯眯地看向霍云天。3个月？霍云天满脸都是为难之色。本座还有事要去北京。那就把阿芷姑娘留下来就好了。她应该不愿意，她现在很依赖我。霍云天，你报恩报傻了吧？他故意装病，就是不想离开你，明显他是喜欢你啊。不可能。霍云天好像被踩中了狐狸尾巴似的，满脸惊慌。自欺欺人，
自欺欺人，我也不多说了，说多了也没意思。你先把内功心法给我吧，我回去就开始练。对了，我还有其他交易跟你谈。霍云天这次倒是没多考虑，拿出一本精美的本子，只是他先自己打开，扯掉了一半。穆九熙一头黑线，果然只给他第一部分呢。至于1万两黄金，等你治好阿芷的心疾再给你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你也可以不给，不过你得告诉我一个消息，就当我买消息的钱。穆九熙咧嘴一笑，莫尊也跟着笑了，感觉霍云天也是被他装进套里去了。霍云天果然面色如菜，估计像吃了一只苍蝇。什么消息？穆九熙贼笑一声，霍阁主知道北境奸细一个被抓，一个逃走的事情吧？抓的那个已经自杀身亡，逃走的那个正在追捕之中。我就想问问霍阁主，可知道这帮人的藏身之处？本座怎么会知道？你不会以为这事儿和新月阁有关系吧？怎么会？霍阁主性格孤傲，做事有原则，肯定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不过星月阁遍布6国，情报消息肯定最灵通，所以就当我来买消息如何？1万两黄金呢？霍云天被穆九熙这话炸得心都要滴血了，怪自己嘴贱，为何要多给他1万两黄金？穆九熙瞥了莫尊一眼，随即对着俊脸几乎要扭曲的霍云天笑道：不过你肯定心里不舒服，那我再跟你打个赌如何？你怎么就肯定本座一定知道奸细的事情？你不知道就没人知道了，我相信你的本事。穆九熙这4个字让霍云天真的一点反驳机会都没有。行，你跟我赌什么？秦记？秦记你已经输给我了，我再赢你也不服输啊。换一个，我们写字如何？你秦记赢了霍阁主，你又看不起谁呢？我骗你有糖吃啊？穆九熙横他一眼，莫尊顿时看向霍云天。他说的真的？真的。穆大小姐琴技高超，本座是愿赌服输的。霍云天看向穆九熙，笑了笑，笑容里居然带上了一点宠溺。毕竟他这个小丫头居然能赢他这只老狐狸，真的是让他刮目相看的。赌写字怎么赌？写字啊，就是书法。星月阁的牌匾是你写的吗？你觉得如何？好，龙飞凤舞，铁画银钩，看得出你孤独重情，高处不胜寒的感觉。你还能看出这么多名堂来？俗话说字如其人，你或许不觉得，但会看的人自然能看出一点门道来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那你还觉得能赢本座？不知道，应该可以吧？赌不赌？你还会书法？莫尊，你别像个弱智一样问问题啊！我都跟他赌了，难道不会吗？都说我琴棋书画样样会，就是整个高云国没人相信我吗？这难道怪我啊？是，你样样都会，但上次你画的画比起你侄子都差，更别说输了。那字是蚯蚓吗？把太后都笑岔气了。我要不那么做，太后能那么开心吗？我的目的就是让当时所有的人都开心，懂吗？莫尊黑眸深深，里面都是星光点点，不可思议地看着穆九熙的神情，好像他真的一点儿也不在乎自己的名声。好，我赌了。霍云天本来就是才华出众的高手，心里面早认为很少有人能超越他，所以才会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。穆九熙顿时笑着伸出一只白皙纤细的手掌出来。霍云天看着他的手也笑了，伸出手来和他对击一下。莫尊看着他们击掌为誓的样子，想到穆九熙之前和他也是这样做的，顿时内心有种不太舒服的感觉。本座让人取笔墨来。不需要，写字而已，又不一定要这么正式，我们就在地面用树枝写就好，这样才能更加体现书法水平，不是吗？穆九熙俏皮地看着霍云天，霍云天一愣，随即一想，也对，当即好笑道：好，看来这样比更加有趣。两人立刻走到院子的一棵树下，霍云天更是折了2根树枝，一根给了穆九熙。九熙，你真有把握，不如本王和他比。莫尊想着这个奸细的消息太重要了，一旦穆九熙输了，那他们还需要自己花很多时间去查找的。穆九熙对他突然的熟人的称呼有点惊讶，不过立刻摇头道：赌这种事情交给别人，输了我也不服气的。
只有自己赌，输也输得心服口服了。穆大小姐说的是，摄政王若是有兴趣，不如一起写。听闻摄政王文采斐然，本座其实也想见识见识。本王最擅长的是棋，也许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和霍阁主赌一把。莫尊才不会浪费自己的底牌，今日让他见识到霍云天的自信，那下次就可以和穆九溪一样直接赌一场，也许他还能省下不少筹码。那本座有机会一定要和摄政王切磋一下奇迹了。霍云天果然眼睛都亮了，可想而知他是多想有对手啊。霍阁主，你想写什么？你说。这样啊，那我们就写4个字：天道酬勤。这么好看，如何？点个订阅吧。天道酬勤，好，可以。霍云天顿时兴奋起来，一张俊脸都有点红，似乎激起了他多年平静的心跳。一起吧。穆九溪说着就开始书写起来。穆九溪下手很快，4字根本不是分开的，而是一气呵成，树枝犹如在地上跳舞似的。莫尊看得眼珠子差点跳出了眼眶，因为这种写法他从未见过。4字连笔不说，写的时候丝滑的如行云流水，落笔如云。霍云天还没有写完第3个字，穆九溪就已经一声好了，4字完成。霍云天立刻扭头看过去，这一看他直接就傻眼了，一眼看去就好像一幅画，4个字极为连贯，笔走龙蛇，肆意洒脱，怎么看怎么舒服。咋了？傻眼了？穆九溪看2张不同风格的俊脸出现了一样的表情，不禁好笑，这样由手机拍下来绝对是妥妥的表情包啊。他看向霍云天地上还未写完的字，看得出来真的是高手水平，不过嘛，比起他这4个字还是弱了些。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谁告诉我，这他妈是见鬼的吗？这次就连我都望尘莫及。嘿，我是不是很厉害？其实这不算好的，我已经有点手生了，要练习几次啊，一定比这个写得好。你霍云天都要哭了。你真的是让本座自叹不如啊。霍云天敬佩的直接抱拳行礼，同时内心也被穆九溪打击得一塌糊涂。哼，总觉得我天下第一才子站在了顶端，没想到被一个小我10岁的小丫头打的是落花流水啊。之前琴技，现在书法，他还会其他吗？霍云天觉得自己脸上是火辣辣的疼啊，不止他疼，莫尊也很疼，脸都已经被啪啪打烂的那种。等穆九溪和莫尊离开星月阁上了马车之后，莫尊才算清醒过来道：穆九溪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这字没有10年练习不可能写出来。其实我最拿手的就只有这4个字而已。说着还给他抛了个媚眼。莫尊一愣，顿时俊脸一副便秘的样子，让穆九溪哈哈大笑起来。好一会儿，莫尊缓过气来，俊脸已经沉下了。他最后告诉你，奸细藏在何处。想到这点，莫尊就生气。霍云天输了书法，居然不当面说出北境奸细的藏身之处，而是和穆九溪耳语，生怕他听到似的。两人那靠在一起，穆九溪笑颜如花，霍云天狐狸眼闪亮的样子真是刺眼至极。他敢肯定，霍云天对穆九溪的兴趣非常浓。这消息可是我花大价钱得来的，摄政王想要也得付出点什么吧。莫尊黑眸瞬间眯起，气息变冷，还带杀气，手掌握拳，响起骨头嘎嘎嘎的声音。嘿，开玩笑，别生气嘛，我们是一伙的，我怎么会不告诉你呢？霍云天说那奸细躲在勾栏院。勾栏院？哪个勾栏院？不就是最出名的揽菊楼吗？就是金河边那个院子。你倒是熟悉。你啥意思啊？这么大个揽菊楼谁不知道？穆九溪顿时翻白眼。本王不知道，你去过？去过不犯法吧？我有朋友在里面。小官朋友？喂，我们已经退婚了，我有小官朋友也不关你事吧？而且很多事情你根本不知道好吗？传闻都是假的。本王是不懂，你可以解释。我为何要跟你解释啊？莫尊，
你不会是后悔退婚了吧？木孙差点一口气把自己噎死，立刻愠怒道：穆九熙，你想太美了，本王绝不后悔。那就好，既然退婚了，我的事情应该不关你摄政王的事吧？不然我会误会的。穆九熙盯着他笑，莫尊看着他的得意小样，又有种想扑上去掐死他的冲动。自己堂堂摄政王，谁不是对他畏惧害怕，在他面前都是战战兢兢，有的更是手足无措，哪一个能像穆九熙这样没大没小，简直能气得他短寿。哎呀，别气了，你就不能好好说话，大度一点？虽然我们成不了夫妻，但是也可以成朋友嘛。毕竟我爹站在你这边的，我们关系闹得太僵也不好看啊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们说正事。北境奸细肯定不会只有2人，所以找到他们的老巢才是当务之急。霍云天告诉我的是那个逃逸的家伙在揽菊楼，但并不是说老巢在那里，说是现在抓到人，他又服毒自尽，那我们就真的再无线索了。所以我们要暗中跟着这个家伙才行。本王会派4个暗卫暗中监视那个家伙。可问题是现在不知道奸细是哪个，所以得有人进去先确定是谁。这事既然是我爹的任务，那我去比较合适点。我有朋友在里面，也可以打听一下。你又要去高兰院？我是去做任务，你还想不想抓奸细了？穆九熙顿时鄙视他。而且你想想，大家都说我喜欢勾兰院，我去不是很正常，也不会被怀疑吗？勾兰院是开门做生意的，陌生人进去也很正常。难道你去啊？莫尊顿时黑眸犀利地横他一眼。那家伙肯定很小心，不是熟人又岂会被人看到？行了，就这么决定了。没有人比我这个爱玩的大小姐更合适了。穆大将军的书房内，希儿，这次不是去玩的，很危险的。爹，我知道，不危险我还不去呢。这样，你派人暗中监视整个揽菊楼，包括后面的金河。我觉得奸细会选择这个地方，是因为后面就能坐船离开。现在全城禁严，他还不敢明目张胆逃走，但一定会找机会的，所以必须先全方位监控。这是肯定的，但进去找人的事儿，你一个女孩子不方便。勾兰院男人去的多。谁说的？女人也不少的。我之前还看到文心公主呢。什么？你别胡说。我没胡说，上次我还和她吵起来了。爹，你没去过不知道，其实勾兰院很多贵妇去的。你也说是贵妇了，你还是黄花大闺女，能一样吗？爹，我就算不去，大家都以为我常去，反正名声够臭的，在乎这些做什么？现在最重要的是抓奸细，你想想有谁比我更熟悉揽菊楼的？哎呀，爹，你让叶寒和清风跟着我进去就好了。放心吧，我今晚就过去，不把人找出来，我就不姓穆。说着这么好看，他就直接跑了。点个订阅吧。自己小院里，陆儿一见穆九熙回来，就神秘兮兮的过来道：大小姐，二夫人去看过大夫人了。哦，她脑袋不疼了？都说了些什么？也没什么，就是一直跪着哭，说她没有害大夫人，请大夫人彻查。还有就是主动要交出府中的钥匙，说以后大夫人来管，她要自证清白。穆九熙嘴角勾起冷笑，这女人这是以退为进了。不过大夫人没答应，大夫人说自己身体还很差，也不熟悉府中事务，还是让她管，说不怀疑二夫人。我娘善良，那我爹怎么说？老爷说家和万事兴，也说错怪二夫人了，没多说什么，不过把三少爷送去皇城司里锻炼了。陆儿说到牧阳春还是很害怕的。皇城司也好，皇城司要全天候巡逻，确实可以让他好好累一累，免得他一天到晚发春。陆儿，你继续盯着那边，带上陆羽。穆九熙交代完后没再出来，一直按照凤凰于飞上的经络图和注解修炼内力。哇塞，原来有内力是这么爽的。入夜，大小姐，是叶无痕大人来了。叶无痕从他的马车上下来，看到从门口走出来的穆九熙，满眼的惊艳。叶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穆大小姐，你要出门？叶无痕看他打扮比平日里隆重一些，心里倒是好奇，谁家府上有夜宴吗？是啊，要出去办点事。叶大人有事，不如坐我的马车，路上说。
好，莫大小姐，这是去哪里啊？说了你一定会鄙视我，我今晚要去揽菊楼。揽菊楼？叶无痕一愣，勾栏院，不过我是去为我爹和摄政王办事的，可不是去玩的。穆九熙还是解释一下，毕竟被这么一个大美男误会，还是很残忍的。你爹和摄政王？是你爹那个任务？叶大人果然聪慧过人，我从新月阁得到消息，人藏在揽菊楼。对了，你来找我是？你之前叫我去查了莲香饮，我今日去了，发现少了2瓶。2瓶？这么大的事情没人知道吗？一般放毒品的密室都没人会去，而且里面毒的东西太多，就算被拿走一些，也不会有人注意的。只是什么？只是这密室的钥匙就3个人有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皇城司长周耀大人，还有一个是刑部尚书齐大人。就3人？10几年前呢？你那时候应该还小。是上一任大理寺卿蔡大人，他在7年前就因病去世了。如此看来，皇城司长周耀大人和刑部尚书齐大人最有可疑拿走了莲香饮。丞相夫人。丞相夫人？我不敢肯定，但大家都知道丞相夫人一直卧病在床，都10几年了，很快就要走了。天哪，我得马上去看看。叶大人，你可知道若丞相夫人也是中了莲香饮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叶大人，你再去查查朝中大人的家眷中还有患重病的吗？不一定是10几年，也可能是几年，虽然还没要命，但会出现征兆了。在下立刻去办。叶无痕也觉得这事儿太可怕了。丞相府的门口，穆大小姐。本小姐要见白琴大小姐。见白大小姐。不过立刻说已经有人进去禀报了。不到片刻，里面就传来一串脚步声。穆九熙，你还敢来？本小姐这次来有急事找你们大姐，让她来见我。见白晴？你见她干什么？白凤婉，你是泡水没泡够吗？我需要跟你解释。你！穆九熙，我们丞相府不欢迎你，你快滚！不滚就别怪我赶人。白启峰对穆九熙的恨意很浓烈，毕竟他之前那次回家被自己父亲揍了一顿，让他们少招惹穆九熙这个煞星。白启峰，看来上次没打疼你啊！我告诉你，今晚要见不到白晴，我就直接骂丞相大人宠妾灭妻。穆九熙，你好大胆！穆九熙见过丞相大人。穆九熙，你这么晚找晴儿来干什么？丞相大人，我和白琴也算是朋友，找朋友聊聊天，你们这样至于吗？哼，穆九熙，你能有好事？白凤婉，我若是找你，绝对不会有好事。不过找白晴就一定是好事。怎么，你们真的不给我见白晴吗？穆大小姐，你还是明说吧，晴儿可不是你对手。丞相大人，你这话说的，难道你就是我对手了？我来都来了，要不给我见呢，我可不保证能做出什么事情来哦。穆九熙这是妥妥的威胁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穆九熙，你这是威胁本相吗？我心平气和跟你们说，你们听吗？我见白晴，难道还能打死白晴不成？反而是你们不给我见白晴，是不是白晴出事了？出事？哼，你胡说什么？晴儿也是我女儿。那为何不让我见？我可是带着太后口谕来的，没见我穿这么隆重吗？太后口谕？什么口谕？我只能和白晴说，至于白晴要不要跟你说，那是她的事。我现在必须要见白晴。爹，他肯定撒谎。太后口谕为何晚上才来传？穆九熙，你肯定是假传太后口谕。假传？白凤婉，你可以入宫问问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我假传，我就是见一下白晴，太后帮你还是帮我？去把大小姐叫出来。啊，不用叫她出来，我想去她的闺房说，毕竟这是秘密。穆九熙眨巴下眼睛，丞相大人，我保证我不会伤害白晴一根汗毛，行了吧？白凤婉和白启峰都怒目而对，想要说话，被白丞相一个眼神阻止了。行吧，带穆大小姐去晴儿院子。穆九熙，你可别跟本相耍花样。哎呦，白丞相，瞧您说的，您位高权重，我一个小小弱女子怎么敢跟您耍花样呢？
我真的有事要找白晴大小姐。穆九熙阴阳怪气的话让白丞相嘴角抽搐，随即冷哼一声就带人走了。穆九熙则带着叶寒一人跟着侍卫去了白晴的院子。白大小姐，我们进去聊聊。叶寒，你看着点，别让人靠近。叶寒答应一声，站在了门口。4个奴才对着叶寒的冷脸都有点讪讪的。穆九熙还不确定，四周看了看，到窗户前也检查一下。穆大小姐，你找我是什么事？白晴，你娘亲不和你住一个院子？没有，不过就在隔壁院子。穆大小姐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会医术，想帮你看看你母亲。什么？你听到消息没有？我娘亲的病我治好了。我想着你和我同病相怜，所以想帮帮你。毕竟你娘一走，你的处境……你娘亲不是病了10多年了吗？真的治好了？千真万确。其实我娘亲是中毒。什么？白晴犹如晴天霹雳一般。你的意思，我娘亲……我不知道，所以我想来看看。不过若你不愿意让我看你娘，我也没办法。不，我愿意。说你能救我娘，以后我白晴就是你的人。我时间不多，现在可以看你娘吗？穆九熙对白晴露出笑容。可以，这么好看，你跟我来，点个订阅吧。穆九熙和他出去，顺便说了太后谕旨的事情。白凤婉和白启峰也都远远监视。来到内室里，沉香的味道让穆九熙一眼就看到了摆放在桌子中间燃烧着的香炉。你先出去，我和你们大小姐还有话说。白晴，你娘房间里的沉香是什么时候开始点的？白晴错愕一下后道：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懂事后已经点了很久。娘亲说味道好闻，还能安神，就一直点着。你娘中毒应该是肯定的事情了。就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妇人正安静地睡着。我娘也是中毒。穆九熙拿出了银针，轻微地在夫人的手指上一扎，一滴血溢了出来。穆九熙靠近鼻子闻了闻，果然有沉香味道。我娘还有救吗？白晴眼泪哗啦啦地流，心里很是愤怒。是谁对我娘亲下毒？你娘亲中毒太深，来不及了，但我可以让她走得舒服一些。还有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这种毒叫莲香影，20年前后宫常用的争宠手段。穆九熙，是庄青妹对我娘下毒的，对不对？我不敢肯定，但你想想，你娘一直卧病在床，谁得到好处最多？白晴眯起眼睛，里面有着深深的恨意，一只手抓着袖子都苍白了。你娘一走，你在府中的处境会很危险，你可有打算？原本我想着随便答应一门婚事，离开这里就好。不过现在我要留下来，为娘亲报仇。你一个人怎么报仇？你会帮我，对吗？我知道我不是他们的对手，但我可以忍。我会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，跟你传递消息。只求你能为我娘亲报仇。你先起来，你的心情我理解。我娘虽然解了毒，但这个仇我一定会报。而且这件事事关重大，一不小心可能就会丧命。你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包括你爹。虽然我不怀疑你爹，但你爹太过于宠庄青妹，恐怕会对你不利。穆九熙，我一直以为我们是敌人。怎么会？你一直很低调，也不招惹我。我的敌人是喜欢蹦跶的白凤婉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白凤婉喜欢摄政王，她自己喜欢摄政王，却一直对外说是我喜欢摄政王，就是想让我成为你的敌人。我知道，摄政王和我退婚了，不过就算退婚，摄政王也不可能娶白凤婉，他是做白日梦呢。我爹其实也希望二妹和摄政王，所以我娘一死，二娘上位，二妹就会成为白家嫡女，身份就能配上摄政王了。到时候我爹一定会想方设法让摄政王娶二妹。我其实一点也不想看到你和摄政王退婚的。是你爹还是庄青妹还不知道，他们打的真是好算盘。穆九熙冷笑：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穆九熙为丞相夫人头顶扎了一会儿针灸才离开。叶寒，你现在去摄政王府一趟。小姐，不是去揽菊楼吗？清风跟着呢，你快去。嘿嘿，穆大小姐来了。小梅花今夜接客吗？穆九熙拿出一块银子扔给了龟奴。穆大小姐，梅花少爷已经接客了。不过菊花少爷还未接客。
小菊花。穆九熙摸摸下巴，好吧，那就他了。哎，好嘞。清风嘴角抽搐的跟在穆九熙的身后，他以前一直跟着穆将军，没想到大小姐真的对勾栏院很熟悉啊。大小姐，你终于来了，小菊想死你了。站住！穆九熙一手伸直，推停扑上来的男人。小菊花，你就不能矜持点吗？会把客人都吓跑的。小乖小菊花顿时不爽，嘟嘴道：穆大小姐，你都好久没来了，还不允许小菊开心啊？好，开心开心啊！